穿越高武，我觉醒了个氪金修炼系统。Oh my god！ 花1块钱可以兑换1年修为冠军。当别人都在为5科高考的及格线苦苦挣扎时，我一拳轰出，上千气血值引爆全场。系统充值10元兑换10年修为，扣款成功，气血值永久加 1.0。竟然是真的！我的气血值飙升到 1.8了。系统充值100块，扣款成功，气血值永久加 10.0。憋屈了3年，终于熬出头了，还剩200多块钱，这连塞牙缝都不够啊！用1000元兑换了1000年五行拳，领悟经验并突破至圆满，还创出全新拳法。再用剩余9000元兑换9000年修为，气血值飙升至1000点，成功突破至武士境，成为18岁的武士强者。不知道跟那些从小把高阶异兽肉当饭吃，把顶级天才地宝当水喝的世家子弟差多少？算了，3天后的实战考核打过就知道了。然后苏雨去卫生间洗了个澡，把洗精法水排出的杂质洗去后，他没有立刻去休息，而是在复习高3文科的资料。10分钟后，苏雨合上了书本。没想到肉身的蜕变，连带着大脑的开发程度也得到了质的飞跃。原本需要熬夜复习2-3个小时的功课，现在仅仅用了不到10分钟，就已经全部印在了脑子里，甚至还能举1反3。然后苏雨关了灯，开始睡觉。与此同时，楼下3道黑影目光死死盯着苏雨出租屋那扇刚刚熄灭灯光的窗户。莫哥，咱们真的要动手吗？怎么怕了？能不怕吗？那可是高中生啊！大夏国律法可是明文规定的，高考期间，所有高3学生都是国家重点保护对象。要是被城防局或者武道协会的人查到，咱们在考前废了一个高考生。瞧你那点出息，怕什么？国家重点保护的对象，那是针对那些有希望考上武道大学的天才。这个叫苏雨的小子，气血值只有 0.8，0.8 是什么概念？路边一条吃的稍微好点的野狗，气血值都比他高。我一个正式武者亲自出手，要是还能让他弄出动静，我老莫以后也不用在江城混了，直接找块豆腐撞死得了。莫哥，万一呢？万一这小子滑不留手，大半夜的突然大喊大叫，把周围的街坊四邻都吵醒了怎么办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有意外。他一个 0.8 的废物，我只要一招就能控制住他的喉咙，让他连个屁都放不出来。再等2个小时，下半夜我们动手。穿越高武，我觉醒了个氪金修炼系统。 Oh my god！ 花1块钱可以兑换1年修为冠军。当别人都在为5科高考的及格线苦苦挣扎时，我一拳轰出，上千气血值引爆全场。第2天，苏雨来到江城武道图书馆，这里汇聚了江城所有公开的武学典籍，也是普通平民唯一能够接触到进阶武学的地方了。终于来到江城武道图书馆了，这里可是能接触进阶武学的地方。苏雨径直走向武学售卖区，走到自助查询机前，查询武技等级。只见屏幕显示，武技等级分为天地玄黄4个大阶，每个大阶还有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极品。苏雨继续查询最便宜的五行拳，这价格啊！黄阶下品1000龙币，中品5000，上品2万，极品居然要10万。苏雨深吸一口气，继续查询玄阶武学目录。玄阶下品居然就50万龙币起步了。苏雨还想查看地阶和天阶的武学，都还看不了，提示权限不足。这武技简直就是吞金兽啊！我这24万，在武道资源面前啥都不是。黄阶武学就算是极品，到大学也会淘汰。我要考京都第1武道大学，听说那里学分够的话，玄阶、地阶武学都免费，这钱还是留着实战考核用吧。苏雨想到这里就打算离开，就在这时，余光瞥见全息投影广告牌，脚步顿住了。江城武道图书馆100年馆庆，玄阶功法免费试学，官方会这么好些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但那可是玄阶功法啊！苏雨忍不住心中的好奇，双手插兜，慢悠悠凑了过去，走上前，看到仪器上方功法介绍：敛息诀体验版，玄阶中品辅助功法，能完美隐藏自身气血波动，伪装境界，非高出3个大境界者绝难看穿。这简直为我量身定做的！想到这里，苏雨毫不犹豫地戴上神经接驳头盔。身份验证通过，玄阶中品敛息诀体验版开始载入。苏雨正沉浸在修炼中的时候，突然刺耳的电子音响起。试学进度已达上限，后续完整功法请支付购买费用80万龙币。这根本不是福利，就是营销骗局，故意让人看到效果，在关键时刻掐断，难受死了。
但我还是想要这功法，可80万我买不起啊。试试系统能不能推演呢？系统氪金1000块，给我强行推演练习诀。叮，扣款成功，当前余额24万1000元，1000年练习诀领悟经验已发放。在1000年的疯狂推演中，苏雨对这门功法的理解，甚至超越了创造它的原作者。不仅能隐藏气血，还能伪装气血的属性，甚至能模拟出不同境界武者特有的威压。距离高考还有2天，功法、气血、武技都有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3天的时间转眼就过去。今天是江城5科高考，苏雨走到江城第一武道高中考场外围时，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。林小小看到苏雨来了，惊讶又担忧地说：“你真的来了？”我说过，高考见。苏雨，你疯了吗？这里是5科考场，不是文科。等一下第一关就是气血测试，及格线6点，你0.8站上去，机器会报警把你刷下来，到时候几万人看着，你受得了吗？我心里有数。林小小气鼓鼓的，转身掏出金属小瓶，塞进苏雨手里说：“拿着，这是我爸昨晚给我准备的爆血丹的液化提取物，喝下去能在半小时内强行提升2点气血值，虽然不够及格线，但至少能体面点，不至于被机器直接淘汰，没副作用，你赶紧喝了。”谢谢，但我不需要。你就在这时，一台劳斯莱斯幻影驶入停车区，赵泽穿着白色定制武道服下车。很快，第一项考核基础气血测试正式开始，及格线6.0，不合格者当场淘汰。李强气血值4.2，不合格，淘汰。王涛气血值5.8，不合格，淘汰。钱明气血值6.1，合格，进入待考区。赵泽气血值10.3，评价极优。4.3，我的天，比满分还高0.3。不愧是赵家少东家，这天赋太恐怖了。这绝对能被京都武大看中了吧？赵泽听着周围的惊呼和赞叹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浊气。他很是享受着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，这才是属于他的舞台。他看向苏雨，眼神清冽嘲讽。穿越高武，我觉醒了个氪金修炼系统。花1块钱可以兑换1年修为冠种。当别人都在为5科高考的及格线苦苦挣扎时，我一拳轰出，上千气血值引爆全场。苏雨平静地走上测试台，随意将手按在感应板上。既然要踩，那就踩得彻底一点。林一想到这里就催动练习诀，将气血值精准地控制在10.4。苏雨气血值10.4，评价极优。全场寂静，所有人盯着数字，大脑宕机。10.4打破了江城第一武道高中近10年的最高纪录，那都被我妈做废物，逼着签卖分协议的孤儿，怎么可能3天内爆发出10.4的恐怖气血？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林小小呆呆站在原地，手里金属小瓶差点掉落，瞪大眼，嘴角上扬，露出灿烂笑容。你死骗子！哪里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机器坏了，肯定是机器坏了。下一位，林小小。林小小是江城3中公认的校花，同时也是江城最神秘的富家千金。林小小气血值406，评价无法评估，系统过载。啊，这406，这他妈还是高中生吗？这是已经踏入终极武者的存在。这就是顶层世家的底蕴吗？406的气血值确实很强，但和我1000点8.50进的气血相比，也只是还不错。怎么样？很厉害。那当然，以后去了大夏京都第一武道大学，姐我罩着你。这不太好吧？赵泽在远处休息区死死盯着两人，嫉妒的脸色简直都要滴出血来了。那可是林小小，江城所有顶级富二代，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的高岭之花，居然看上了你这个混蛋。气血测试全部结束，请所有气血值达到及格线的考生前往教学楼，准备进行文科综合考试。考试时间2个小时。上车，咱们一起吃个饭，顺便讨论一下考试的题目。好，美女邀约，却之不恭。10分钟后，两人来到私房菜馆坐下，经理迎上来说：“林小姐，您来了，还是老规矩。”老规矩。很快菜品上齐，两人一顿风卷残云的吃饱喝足后，林小小凝重地说：“苏雨，你知不知道大夏京都第一武道大学在江城到底有几个名额？”“几个？2个，只有2个。2个？江城这么多人参加5科高考，10几万人里挑2个，这竞争也太激烈了啊！”
别以为气血满分10.4就能稳进京都第一武大，各地满分考生无数，根本录不完。京都武大是培养战神的圣地，统招线高到江城，绝大多数考生都望尘莫及。好在还有实战特招名额，只看战力不看分数。今年江城只争取到2个，所以接下来的实战考核就是为了决出这2个特招名额。聪明，下午成绩出来后，系统会自动将成绩汇总，排名前10的人获得参加最终实战考核的资格，而只有前2名才有机会进京都武大。但是实战你肯定打不过我，所以你只能去争剩下的那1个名额，也就是第2名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苏雨，你如果想拿到这最后1个名额，你最大的竞争对手只有1个，赵泽。林小小说完，摸出个阳之玉瓶抛向苏雨。这是什么？3阶运血丹，固本培元的。你气血暴涨得太快，经脉肯定受损了。今晚睡前吃1颗，能帮你稳住境界。太贵重了。你少废话，本小姐送出去的东西从来没有收回来的道理，就当是你那生姐的见面礼了。第2天上午9点，文武科加权总分的成绩终于出榜了，毫无悬念，排名第1就是苏雨，双满分。我的天，江城建市以来出过双满分的状元吗？文科满分就算了，武科竟然也满分，这苏雨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怪物？班主任李建国死死盯着屏幕苏雨的成绩，双腿一软瘫坐在地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为了100万得罪了一个双满分的绝世天才。第2名林小小，文科成绩496分，文科只比苏雨少了4分。果然文科最后那道异兽解剖题还是扣分了。第5名赵泽，文科成绩480分，加权总分980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下午2点，江城第一武道高中室内实战馆座无虚席，擂台中央站着的是江城武道协会会长雷破天，大宗师境界的绝顶强者，气血值破10万的恐怖存在。江城武科高考实战考核规则只有1个，无差别格斗，直到一方倒下或者主动认输，生死勿论。抽签开始，第1场苏雨 vs 赵泽。全场一片哗然，第1名对阵第5名，平民天才对阵世家大少，没有任何预热，宿命的对决直接在第1场拉开帷幕。苏雨，小心，赵泽绝对会下死手，如果扛不住不要硬撑，你就认输。我家的那个特招名额还是给你留着，大夏京都第一武道大学，我照样带你去。放心，不会辜负你的期望，我一定赢。此时雷破天正看着手中苏雨的资料，皱眉道：3天前气血值 0.8，3天后气血值 10.4， 可惜了，终究只是个运气好点的暴发户，他的气血绝对极其虚浮，毫无胜算。与此同时，看台的另一侧，赵泽的父亲赵氏武馆的现任馆长赵天雄对着旁边的管家说：老刘啊，你觉得泽儿几招能拿下那个叫苏雨的平民？老爷，您这可是贼煞少爷了。那个叫苏雨的，不过就是走了狗屎运，气血虚浮的像个烂气球。依我看，最多3招，少爷就能让那个小子跪在地上满地找牙。3招，哈哈哈，你太保守了，我赌1招。泽儿这孩子心气高，被一个平民压了风头，他绝对会在第1招就全力以赴，直接废了对方。此时苏雨和赵泽已经站在擂台中间，赵泽死死盯着苏雨说：苏雨，你以为靠着不知道哪里捡来的狗屎运，把气血堆到了 10.4 就能踩在我的头上？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底蕴。就在这时，苏雨放开脸吸绝的枷锁，血气疯狂的飙升。不对，1000点50进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18岁的高中生怎么可能拥有50进的修为？KO！ 巫师，我的老天爷啊，他是巫师！疯了，这个世界绝对疯了！我居然亲眼看到了一个高中生武师。100万，我竟然为了100万逼走了一个18岁的巫师。对，很好。接下来的比赛已经彻底失去了悬念，就连林小小对上苏雨也是干脆的举手直接认输。最终排名第1名苏雨，第2名林小小。苏雨、林小小，你们2人正是获得大夏京都第一武道大学特招资格。江城还是太小了，京都武大才是真正妖孽云集、天骄争锋的修罗场。1个月内去京都武大报道，老夫期待着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在抵抗异兽的最前线听到你们的名字。时间转瞬即逝，
而林小小和苏雨也已经到了京都。爸，您怎么亲自来接我啦？苏雨的大脑迅速回忆着这个世界的武道境界，猜测着林小小的父亲到底是什么境界。能让大宗师看起来像一滴水的存在，至少是武皇，甚至是武尊。我家宝贝闺女以江城第2的成绩考入京都武大，当爹的能不亲自来接吗？林叔叔好，你就是苏雨，我家小小可是天天念叨着你呢，我以为是空有皮囊，没想到天赋还不错呢。多谢林叔赏识。我家小小在京都名气可不小，那些世家门阀里的公子哥，为了追她，能把京都武大的门槛都给踏破了。那些小子从小泡在药罐子里长大，修炼的都是德阶甚至天阶的功法。武道无涯，为争不破。哈哈哈，好一个为争不破，小子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在京都武大好好练，缺什么直接找小小要。行了，小小，你送苏雨去酒店吧。喂，苏雨，我爸刚才可是夸你了耶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爸可是武尊，他平时看那些京都的天才，连眼皮都不带抬一下的。怎么样？现在知道喊我姐的好处了吧？知道了，林大小姐。这套房子是我爸以前买的，一直空着，以后你就住这。林同学，这不太……苏雨还没说完，林小小直接抬起手打断了他，然后从包包里拿出了一张金龙卡，丢到苏雨的手上说：“密码是你的生日，里面有一个小目标，随便刷。”现场一阵寂静，苏雨站在原地，手里捏着那张金龙卡，眼神复杂的想着：1个亿就这么说给就给了？自己是个孤儿，在觉醒系统之前，浑身上下只有300多块钱，而现在一张里面躺着一个小目标的金龙卡，就这样轻飘飘的落在了我的手里。这钱我不能要，你给我收回去。当然，这可不是白给你的，是本小姐对你的风险投资，懂不懂？我爸都说了，你的天赋极高，就是缺资源，到时候本小姐要是惹了什么麻烦，你得负责给我摆平。哈哈哈。苏雨握着卡的手微微收紧，他知道自己如果再拒绝，就显得太矫情了，更何况他现在确实需要钱。好，我保证这笔投资绝对是你这辈子做过最赚的一笔。半小时后，苏雨来到京都第一武道大学闲逛，他顺着人流来到了校园的正中央，这里有一块黑色的巨大礁石，石头上斜插着半截暗红色的长枪。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精武的精神图腾，这把枪里蕴含着第3任校长临死前最纯粹、最霸道也最决绝的一丝枪意。若是你们当中有谁能从这半截残枪中领悟到哪怕一丝一毫的皮毛，同阶之内杀伐无敌，甚至可以越级强杀敌人。10几名新生顿时一阵骚动，恨不得现在马上就冲进湖心，把枪抱在怀里。不过都给我把那点小心思收起来，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尸山血海，没有那种向死而生的绝对意志，根本不可能与其产生共鸣。上一位从这里领悟出一丝枪意的，还是10年前如今镇守北境深渊的那位战神学长，所以大家试着看几眼吧，能有所感触最好。苏雨随便找个地方盘膝坐下，将精神力高度集中，感悟那枪上的战意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果然，这种拼悟性、拼机缘、拼虚无缥缈的天赋的东西，从来都不适合我。我只是个底层爬上来的普通人。不过，我不需要拼天赋，我能氪金。系统充值2000块推演，感悟镇魂枪残留的枪意。叮，充值成功，检测到高阶武道意志残留，正在为您推演感悟镇魂枪意。哈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共鸣，镇魂枪竟然共鸣了，到底是哪个妖孽，竟然真的领悟了镇魂枪意？这钱花的真值。小子，老夫是土狂，精武兵器学院长枪系主任，乃我枪系，老夫直接给你最高特等资源，天阶枪法我亲自传授，你已领悟镇魂枪意，天生适配枪法，男人就该用枪，没人比枪系更适合你。臭老鬼，你还要不要脸皮？枪意岂能只适配你们枪系？小兄弟别被他忽悠，我是刀系主任雷绝，武道殊途同归，枪意照样能融刀法，入我刀系，资源直接翻倍，不光有顶级功法，还能给你争取精武秘境名额，这可是大4学子都争抢的至宝。两位都消消气，小帅哥，我是全系导师柳如烟，兵器哪比得上自身肉身，把惨烈枪意融入拳法，一拳便可破阵，霸气十足。姐姐亲自指导你，
保证让你少走弯路。资源嘛，他们能给的，姐姐一样不少。而且我们全系的女孩子可是全精武最多的哦。大家全都看傻眼了。平日里高高在上的3位主任，此刻竟像菜市场抢菜的大妈，为争抢一名学生争得面红耳赤，险些动手。这哪里还有半点精武高层的威严啊？那个3位老师，小子，你选谁？小兄弟，别怕，选我。小帅哥，姐姐可是很看好你的。苏雨被这3道目光盯得有些头皮发麻，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。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旁刀系主任雷觉急眼了。论契合度，这小子领悟了枪艺。楚狂战尽天时，论手段，柳如烟连不要脸的色诱都用上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轻易把这妖孽带走，必须搅局。小兄弟，你别有心理压力，精武是有规矩的，哪怕你领悟了枪艺，专系这种大事，总得先问问你现在的主任同不同意吧。来，别怕他们，告诉雷老哥，你现在到底是哪个系的？这小子才1000点气血，以前在系里肯定是个无人问津的小透明，今天才突然顿悟爆发的。万一这小子本来就是我刀系的学生呢？我还没分系。精武大一下半学期就强制分系了，你一个大2的学生怎么可能还没？什么大2？我是今年的特招新生，我刚到京都武大，连名都还没报呢。3位导师的呼吸一致，历届精武新生最妖孽的也不过是气血700-800的武者巅峰。更恐怖的是，苏雨不单是武师，还领悟了镇魂枪艺。小子，你再说一遍，你真的是新生，5试进的新生？是江城苏雨，特招新生。老鸟，今天谁也别拦老子！这小子，我枪系要定了，谁敢跟我抢，老子今天就跟他玩命！玩命？楚老鬼，你当老子怕你不成？一个18岁武师，领悟镇魂枪艺的绝世妖孽，你想一句话独吞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？激烈，要么你把我砍死在这湖畔，要么这小子我刀系必带走。雷爵说的对，这种级别的妖孽可不是你楚狂一个人能吞得下的。这小帅哥，我全系也要争一争。看来我低估了自己现在的价值。18岁的武师加上镇魂枪艺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绝世天才了。利益最大化，这才是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。胡闹！就在这时，上方传来一阵暴喝，来人正是精武副校长，大夏国真正的擎天巨主，镇压一方的武皇聂长空。堂堂精武系主任，为了一个新生在这大打出手，你们把精武的规矩当成什么了？聂长空目光落在了苏雨的身上，苏雨只觉被一轮烈日死死锁住，体内深藏的1000点武士气血，在这道目光下无所遁形。这小子竟然把武士境的根基打磨到了这种完美无瑕的地步，而且他才18岁，他还领悟了镇魂枪艺。你叫苏雨，你小子很缺钱，武道资源比钱更有用。系统只认钱，天才地宝再好也不能直接充值，对我来说钱更有用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喜欢钱，那老夫就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，我将赋予你拥有无限接取精武悬赏任务的特权。精武的任务大厅里有上千亿的现金悬赏，上不封顶，想要钱自己去荒野里用拳头和枪杀出来。有钱有何不敢？哈哈哈！好，明天来校长办公室找我，老夫亲自给你办理特级新生手续。精武训练室，陆天纵正拿着通讯器看。陆天纵是精武大3学生会副主席，风云榜第3，气血值高达8000点的半步宗师。特级新生苏雨，战神校长的头衔，也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新生，能染指的去放话出去。明天我陆天纵要在生死擂上掂量这位特级新生的斤两，看看他苏雨配不配得上这个头衔。死卢嫂，特权神秘的桂冠，也是一个连血都没见过的毛头小子能带得稳的。与此同时，副校长办公室，聂长空正拿着一电话与正校长风无极通话着。校长，镇魂枪共鸣了。你说什么？镇魂枪共鸣了？谁？是楚狂那个老小子突破武皇了，还是雷爵那老东西顿悟了？都不是，是一个新生，一个今天刚到京都，连报到手续都没办的新生。新生，你他娘的在逗我？那半截破枪里的意志有多霸道，老子比谁都清楚。当年老子在湖畔枯坐了3年，被那股煞气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才勉强领悟了一丝皮毛。千真万确，他叫苏雨，18岁，今天在未名湖畔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，
就引动了镇魂枪鸣，而且他是货真价实的武师境，根基之完美，连我都挑不出一丝瑕疵。哈哈哈！好一个18岁的武师，好一个镇魂枪意长空楚狂那几个老小子，是不是已经为了抢人打得头破血流了？大是差点打起来了，不过这小子根本没选任何一个学院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小子问楚狂他们的第一句话是：你们许诺的武道资源能不能直接折现，打进他的银行卡里？折现？哈哈哈！好，老子最怕是那种书呆子，有欲望，有贪念，才有在深渊里活下去的动力。这小子现在是咱们大夏国的宝贝疙瘩，他可以流血吃苦头，但是如果让我知道有哪个不要脸的老东西敢以大欺小，或者教廷和邪教的杂碎敢暗算他，长空你就替老子诛他9族。电话挂断，聂长空站在原地，听着听筒里的忙音，深邃的眼底闪过一丝笑意。护犊子，这位镇守北境的无敌战神，虽然嘴上说的残酷，但骨子里还是把这唯一的特级新生当成了眼珠子一样在疼啊！苏雨，希望你不要辜负这个头衔。与此同时，魔都第一武道大学校长室，校长狠狠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说：特级新生精武那帮老不死的，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搞出了一个特级新生，这是在向我们魔武示威吗？这是在告诉全大夏国，他们精武依然是天下第一吗？校长息怒，情报已经确认了，那个叫苏雨的新生确实领悟了镇魂枪意，而且是武师境。精武这次确实捡到了一个绝世妖孽。妖孽又如何？武道本就是弱肉强食，没有镇压时代的实力。特级新生头衔就是催命靶子。3个月后的全国新生交流赛荒野试炼，绝不能让这小子把同阶无敌的事给养出来。必须狙击他！校长下令吧，我们魔武也不是没有怪物。精武想借着这个苏雨踩着我们的脸立威，那我们就堂堂正正的在擂台上把他的无敌心境彻底打碎。武道那孩子最近在血池里淬体的怎么样了？武道还在血池里泡着，不过如果把苏雨领悟镇魂枪意并被封为特级新生的消息告诉他，以武道那种遇强则强的疯子性格，他一定会极其兴奋的。好，通知沈武道，新生交流赛上，我要他当着全大夏国媒体的面，把那个什么特级新生的骄傲打掉。精武想强行造一个神压在我们头上，那老夫就要让全天下人看看，特级新生也就配做我们魔武妖孽的踏脚石。苏雨回到宿舍，分析着目前的局势。他现在是1000点气血的武师，在新生中已经是惊世骇俗的妖孽了。如果利用系统充值血气，气血值突然飙升几十万，那就不叫妖孽了，那叫怪物了。如果不是无敌，一旦暴露，必死无疑。谨慎一点，苟住发育才是王道。系统目标：镇魂枪意，充值1000万。叮，充值成功，兑换修为1000万年，正在为您推演升级镇魂枪意。霎时间，1000万年的镇魂枪意涌入了苏雨的识海中。系统不仅帮他提升了境界，更是在这1000万年的推演中，帮他将每一个境界都打磨到了绝对的完美。爽，哈哈哈！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第二天清晨，苏雨开门就看到林小小站在门外，身后还放着个巨大的匣子，匣子里放着一杆长枪。早啊！早什么早？快来帮忙！苏雨上前把大匣子搬到了客厅。这把枪叫渊龙，枪杆是用8阶异兽深海渊龙的脊骨打造的，枪尖更是掺了星辰晶晶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5皇级兵器。就算你以后突破到了5王、5皇境界，这把枪也绝对够你用的了。这太贵重了，我收了1个亿的黑卡，这把枪我不能拿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本小姐送出去的东西，什么时候收回来过？对了，你昨天刚领悟枪意，掌控的怎么样了？枪意这东西极难控制，刚领悟的时候很容易伤到自己。拿着这把枪，快让我看看你的枪意。掌控的还行吧。苏雨说完，抬起手，一杆长达2米、宛如实质般的暗红色长枪，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苏雨的手中。这是纯粹的意志，由虚化实。这是化形。化形？这是什么境界？你不知道？你居然连化形都不懂，就硬生生把抢化形出来了。武道意志分3重：入微、敛意不露、飞花摘叶伤人；无形，意志离体，虚空杀人难防。化形，
一意凝实，干涉现实，是顶尖武者浴血沉淀百年才堪触碰的至高境界。你小子还是人吗？这对吗？这合理吗？话行吗？果然系统出品，必属精品。顿悟了一下，我顿你个大头鬼啊！行了，虽然你领悟了化形，意志可以凝聚成实体，但纯粹的意志消耗极大。这渊龙枪，你还是得拿着，实体兵器加上化形枪意，双重叠加，才能爆发出最强的杀伤力。谢谢。别急着谢，我今天这么早来找你，除了送枪，还有正事要告诉你。你昨天被封为特级新生的事情，已经在精武的内网论坛上彻底炸锅了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精武的那些妖孽，一个个眼高于顶，绝对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新生骑在他们头上。谁啊？第一个是陈峰，气血3000点，这小子一直像块牛皮糖一样缠着我。他昨天听说你跟我一起来了京都，加上你又抢了特级新生的名头，他已经在他们大二的圈子里放话了。今天新生报道，要给你这个江城来的土包子立规矩。小问题。还有一个大3学生会副主席，风云榜第3，陆天纵，气血高达8000点的半步宗师。他从小把战神校长视为神明，觉得你玷污了特级新生的荣耀。昨晚他已经让人传出话来，今天要亲自掂量你的斤两。不过，突然觉得他们估计惨了，这下可是有好戏看了。不过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，特级新生，我们去报道，去给精武的学长们上课。精武操场上，此时人山人海，新生们正在选择院系或导师。陈峰看到林小小身边的苏雨，顿时妒忌，上来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苏雨，我要和你决斗，我赢了，你以后见到小小，必须给我退避三舍，永远不准再出现在他面前。”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强烈的骚动。太不要脸了吧！一个大二的宗师挑战一个刚入学的大一新生，3000点气血对1000点气血，这怎么打？这陈峰仗着多修炼了1年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苏雨，别冲动，他可是3000气血的宗师，气血差距太大，你接下决斗绝对吃亏。按规矩，你是弱势一方，可以直接拒绝，没人会说你什么。林小小很清楚苏雨的底牌，化形枪意确实恐怖，但枪意再强，也需要气血来支撑。他怕苏雨受不了激将法。然而苏雨动都不动，静静看着暴怒的陈峰。打架这种事，既费体力又费精神，赢了也没钱拿，吃饱了撑的，去跟一个争风吃醋的笨蛋拼命。苏雨正想开口说不打，话还没出口，楚狂满脸兴奋，当众拱火喊话道：“好小子，有种！苏雨，你领悟了镇魂枪意，同阶无敌，越阶而战算狗屁！1000气血怎么了？强修讲究一往无前，哪怕刚入门的枪意，他也不一定是你的对手。老夫看好你，放手一战！”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这位特级新生的回应。气氛已经被烘托到了极点。苏雨看着高台上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楚狂，眼角微微抽搐了一下，干脆地说：“不打，拒绝了。特级新生竟然避战了，意料之中吧？毕竟相差2000点气血，尚且也是耐走。”可是楚主任都发话了，这退缩的也太快了吧？你怕了？特级新生就这点胆量，连我的决斗都不敢接，你有什么资格站在小小身边？不是怕，是太亏了。你赢了，让我离林小小远点。那我赢了呢？我打赢你，连1毛钱好处都没有，还得白白浪费我的时间。我懒得出手。陈峰被苏雨这番不要脸的说辞给镇住了，但他此刻已经被嫉妒冲昏了头脑。只要能把苏雨踩在脚下，当众羞辱，付出什么代价他都在所不惜。陈峰当即拿出了一本秘籍说：“好，你要赌注是吧？这是我家传的绝学，只要你敢接下决斗，并且赢了我，这门绝学我直接免费送给你。”苏雨，这东西极其珍贵，这是天阶上品绝学，是极其稀有的精神力类武学。陈家当年就是靠着这门绝学才在京都站稳脚跟的，他竟然敢拿这个当赌注。这可是你说的天阶上品精神力武学，我赢了，它归我。对，我陈峰说话算话，但你要是输了，以后见到我就自己滚远点，不准再靠近小小半步。废话少说，去哪打？算你还有点骨气。决斗擂台，走。等苏雨遇险就出手叫停，判评局或判陈峰违规，卖个人情，拿弄苏雨入枪戏，嘿嘿嘿。苏雨，开始吧，我会让你知道特级新生这个头衔你根本配不上。决斗开始。话音落下，陈峰站在原地，双手结印，一股无形精神力波动从眉心涌出，化作3根无形魂刃，攻向苏雨眉心、心脏、丹田。台下的众人也是一阵变色。精神力攻击，陈峰竟然一上来就用绝招，苏雨完了，他根本躲不开。苏雨的眼神深邃如渊，他只是极其简单的抬起了右手，嘴角轻吐说：“
渊龙枪出！苏雨一枪刺出，陈峰的精神攻击直接被当场破开。陈峰被精神力反噬，他眼前一黑，然后枪尖就抵在他的喉咙上了。我去，发生了什么？一招，仅仅就一招，1000气血把3000气血的武士中期给秒了。陈峰用的可是天阶极品的无相截刃啊，无视物理防御的，怎么可能被一杆枪硬生生捅碎了？怪物，这才是真正的怪物啊！这就是100年来唯二的特级新生吗？难怪能让3大主任不顾脸面的抢人，难怪武皇校长要亲自下令特批。这小子居然连枪艺都没用，纯靠战斗直觉、肉身发力，一枪破开天阶精神力武学。这小子的战斗天赋简直离谱！你输了。陈峰惊醒，连连后退，双目赤红，癫狂地说：“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我知道了，是你手里的渊龙枪，那是5皇级绝世神兵，自带破魔镇压精神力的属性。你根本不是靠实力，是靠武器压制，这不算，你作弊。”放屁！上台前怎么不规定不准用高阶武器？一动用天阶精神武学偷袭新生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不公平？输了就开始找借口，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赶紧把赌注拿出来！楚狂说完，就一把夺过陈峰手中御剑秘籍，转手递给苏雨说：“小子，收好，这是你堂堂正正赢来的战利品。”多谢楚主任。苏雨，你敢不敢像个男人一样，放下渊龙枪，不用武器再跟我打一次？你要是真有特级新生的实力，就徒手击败我，你敢吗？可以，不过赌注呢？这是我爷爷赐我的黄金战甲，流银玄铠，能抵御5皇强者全力一击，价值连城。我要是输了，这件战甲就归你。强修离不开兵器，意在强先，没有长枪，强役根本无从依附，除非他达到无形境界。可短短1天，怎么可能跨越入微直达无形？刚才秒杀，9成都是渊龙枪的功劳。徒手对战3000气血的精神力武者，太冒险了。不行，老夫绝不答应。楚主任，这是学生之间的公平决斗，是他自己答应的。您身为裁判，难道要公然偏袒，破坏精武规矩吗？去你的！大二脑神3000气血，欺负1000气血新生，也好意思提公平？这场决斗到此为止，谁敢动他一根汗毛，老夫先打断他的腿！就在这时，天地空气泛起涟漪，恐怖威压降临。聂长空从虚空踏步现身。楚狂，退下！副校长不能打，他只有1000点气血，没了渊龙枪会被陈峰精神力废掉的。他是精武特级新生，是未来的希望啊！年轻人心高气盛是好事，有傲骨有锐气，才配得上武道必争。受点挫折未必是坏事，擂台上输了只是丢面子，受皮肉之苦总比日后入深渊因自大丢掉性命要强。苏雨副校长的话你也听见了，敢不敢徒手再战一场？你赢了，流银玄铠归你；我赢了，以后你见我和小小有多远滚多远，永远不准出现。战甲就算了，换成100亿现金吧。好，既然你找死，那就开始吧。这混小子还迷心窍，为了100亿白白挨一顿打。苏雨随意抬手，五指微张，空气剧烈扭曲，掌心汇聚暗红色光芒，凝出10支长枪。积雪化形，花里胡哨，没有渊龙枪压制，你这根本挡不住我的精神力攻击。化形强毅，原来不是自大，是真有碾压实力。真正的天才根本不需要刻意考验。18岁领悟化形意志，简直闻所未闻。精武这回捡到一尊镇压时代的妖孽了。苏雨持枪轻轻一点，瞬间拉入暗红色修罗精神领域。陈峰精神力防御被瞬间碾碎，异象消散。苏雨枪尖停在他喉前分毫之间。你输了，100亿现金拿来。我没有，暂时拿不出这么多现金。精武规矩，武道必争，上擂台立了赌注，输了就得认。给你3天时间，凑齐100亿，交给苏雨。规矩就是规矩。聂长空满眼欣赏，上下打量苏雨说：“你到现在还从没修炼过任何内功心法？”“是的，没有。”“好，太好了，没练过内功，根基纯白无瑕，可塑性完美至极。走，跟我去办特级新生手续，再给你开通高额悬赏任务资格。你不是缺钱吗？精武悬赏榜有的是赚钱机会。”精武副校长办公室，聂长空拿着一枚通体暗金，雕刻着盘龙纹路的特级新生徽章和一个微型终端，给苏雨说：“带上徽章，你在精武享有和院系主任同等的藏书，秘境进出权限，终端里有效内网，悬赏任务、资源兑换都在里面。”苏雨带上战术终端，点开悬赏任务列表，快速翻阅。奖励太少了，几十万、几百万，撑死1、2千万，上亿的都没有啊！觉得奖励太低了？确实不高。有没有上亿的任务？你小子胃口倒是不小，上亿任务当然有，但你现在权限不够，
那种都是深渊秘境猎杀高阶异兽，域外战场斩宗师级强者，动辄6阶7阶，武王组队都要慎之又慎。你才50境，就算有化形枪翼，也扛不住高阶异兽肉身硬耗。想接上亿任务，先突破宗师、大宗师再说。不急，等陈家110道账，直接氪金拉满境界，到时候什么任务都能接了。走吧，我看你底子干净，没练过内功，招式也单薄，带你去图书馆选2门顶级功法。你修枪又有枪艺，我建议选1门配套枪法，1门顶级内功。天阶别看了，法则碎片晦涩难懂，悟性再好也要3年10年才能入门。你还要赶新生交流赛，好高骛远只会耽误进度。苏雨被远处的2座展台深深的吸引，径直走向深处2座金色阵法展台。展台名牌字幕显示：极度压缩气血，爆发数倍战力，感觉很不错啊。苏雨继续看向第2个展台，我要这2个。胡闹！别以为领悟化形枪意就目空一切，这2门是精武最难练的天阶绝学。太虚元血诀30年来7个天才修炼，5个经脉寸断，2个当场爆体，没人敢碰。八荒寂灭枪更是无固定招式，只留毁灭意境。你连基础枪法都没系统学过，直接参悟天阶意境，纯属浪费时间。副校长，我的路和别人不一样，我可以试试5天摸不到门槛，立刻送回来换您推荐的地阶功法，如何？开玩笑，有系统在手，只要钱到位，别说天阶，就算是神阶，也能在几秒钟内推演到大圆满。需要3年10年，需要悟性，都是小意思。天阶功法是你想试就能试的，这小子就是欠打磨，让他去撞撞南墙也好。等他撞得头破血流，受尽了挫折，自然就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了。到时候自己再出面开导，效果绝对比现在强行劝阻要好得多。好，功法选好了，跟我来。返回办公室，聂长空拿出3瓶7阶灵药运血水。这是运血水，配合内功修炼，气血运转速度翻倍，算是我私人送你的。记住，特级新生有顶级资源，也要扛顶级压力，每年1次严苛考核，实力达不到预期，考核不合格，我会直接剥夺你特级新生资格。好，明白。这是我联系方式，修炼卡壳，如果练太虚元血诀，快要走火入魔，随时找我。不过你得先帮我办件事，1个月后全国武道大学新生交流赛在魔都举办。魔都武大出了个天生煞体新生沈无道，魔都武大放话要踩下我们精武，你去参赛，把沈无道连同魔都所有新生全部打穿，拿第1回来，能做到吗？小问题。苏雨回到家，看着储物空间里的3门天阶武学：无相劫刃、太虚元血诀、八荒寂灭枪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陈家3天时间110。与此同时，魔都武道大学校长办公室，校长看着苏雨一枪秒杀陈峰的画面说：确定吗？这小子真是今年刚入学的大一新生。校长千真万确，他叫苏雨，来自江城，昨天刚到精武报道，今天就在擂台一招击溃大2陈峰。陈峰去年新生交流赛靠着天阶精神武学杀到第2，连我们魔武天才都吃过亏，居然被一个新生一招秒。去，把沈无道给我叫来。化形枪意，聂长空这老东西从哪挖来这种怪物？18岁化形枪意，未来必是正式战神。今年新生交流赛，我们还有胜算吗？校长，你找我？你自己看。沈无道看着苏玉化形枪意秒杀陈峰全过程，嘴角勾起轻蔑冷笑道：化形枪意有点意思，也就仅此而已。别轻敌，那是化形武道一致，宗师大宗师都摸不到门槛。陈峰3000气血连一招都撑不住。校长，问题不大，我的天生煞体半个月内就能完全激活，等到交流赛战力直追宗师，1万点气血往上，历届新生能过1000都屈指可数，我一人就达宗师水准。任凭他化形枪意再强，在绝对力量面前都是花里胡哨。1万气血加煞体加魔武顶级功法，我能全方位碾压他。好，你安心修炼，魔武资源库对你全面开放，要什么给什么。我只要你一件事，交流赛当着全国媒体的面，亲手打断那小子的枪意，碾碎他的无敌天赋。如您所愿。苏雨看着天阶上品内功太虚元血诀的玉简，想着霸道无比，7人修炼5人经脉寸断，
两人爆体而亡。那是他们缺时间硬闯天阶，我不一样，我有系统无限推演。系统充值1000万龙币，将1000万年修为全部注入太虚元血诀。丁，充值成功，扣除1000万龙币，转化为1000万年修为，太虚元血诀推演中。苏雨睁眼，意识回归现实，感受到体内浩瀚力量，震撼地想着：气血值100万点，直接跨越好几个大境界，直达50层次。丁，太虚元血诀推演完毕，领悟奥义，太虚霸体，肉身增幅近100倍，超越50异兽防御，硬抗精神，毒素类攻击近乎免疫。领悟奥义2，元血不息，升级拉至巅峰，断肢、内脏损毁皆可瞬息重组再生。现在在遇尘封，根本无需出手，仅凭霸体被动就能震碎他精神海。还有魔武那个沈无道，不值一提。系统继续充值1000万龙币，将1000万年修为全部注入八荒寂灭枪。没招式图谱，只有毁灭意境。对别人是天堑，对我只是时间问题。丁，枪意达化形巅峰，八荒寂灭枪推演至大圆满。苏雨继续充值1000万，让系统推演无相劫刃。丁，无相劫刃推演到大圆满，领悟精神力绝技无相斩神。苏雨心中一动，调出系统面板。武技、精神力、枪意皆圆满，气血才是根本，全部梭哈。系统1亿1000万，全部。苏雨话还没说完，精神力就疯狂示警，察觉到有人靠近了，苏雨停止了氪金，怕被人发现自己的最大秘密。陈家狗急跳墙，为了保住这笔巨款，直接派顶尖杀手来灭口。不对，陈家就算再蠢，也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。既然不是陈家，那又是谁？在距离苏雨左侧不到8米的阴影下，有一道模糊的影子正在缓缓蠕动。苏雨看着黑影，淡定地说：既然来了，何必躲躲藏藏？苏雨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内突兀地响起，阴影中那道正在蠕动的影子猛地一僵。被发现了？怎么可能？尹任可是深渊教团在京都的王牌杀手，气血值高达60万的大宗师，他所修炼的潜行之术乃是教团内部的顶尖秘术。然而苏雨的目光却精准无比地落在了他藏身的阴影处。不是诈，是真的被发现了。说谁派你来的？怪物，这特么根本不是什么大义新生，这是一个披着人皮的太古凶兽啊！尹任想要咬碎嘴里的毒囊，还想逆转气血自爆。苏雨察觉到尹任的动作，直接用精神力冲击阻止，尹任立马晕死过去。这时苏雨的心中升起了一丝淡淡的危机感。10万压缩后的晶体气血媲美50战力，但在这藏龙卧虎的京都似乎还不够看。万一下次来的是武王呢？是武皇呢？系统将1亿1000万年修为全部注入武道境界。丁，充值成功，扣除1亿1000万龙币，已转化为1亿1000万年修为。苏雨意识回归现实，感受体内力量，调出了系统面板。如果说1000万气血的武皇是一座庞大的冰山，那我现在的12万元血就是一颗被压缩到了极致的中子星，该办正事了。苏雨拨通了聂长空号码。苏雨，这么晚找我，是太虚元血诀修炼遇瓶颈了，撑不住随时拿回来换。功法没问题，校长你在哪？我在行政楼办公室处理新生交流赛文件，怎么你要来见我？我活捉了一个刺客，交给你处理。不愧是我看中的特级新生，警觉性真高。什么？你活捉了什么？刺客啊？什么刺客？你在哪遇刺的？现在人在哪？刚回公寓一趟拿东西，现在就在公寓里。你站在那里别动，等我过来。聂长空他是真的急了，完全疏忽了对苏雨的保护。像苏雨这样领悟了化形枪意的绝世天骄，按照精武的最高规格，是绝对应该安排一位武王级别的护道者贴身保护的。苏雨，你这混小子，谁让你大半夜乱跑？多少势力暗中盯着你，遇刺不知道第一时间求救。没必要，他太弱了。我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，派个宗师赶来精武撒野。这深渊教团死士60万气血是影刃，你活捉了影刃。他叫影刃吗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用手就抓住，然后打晕。苏雨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那是影刃精通顶尖潜行秘术，罡气护体，手段残忍无比。你一个1000气血值的武师，到底是怎么发现他，又是怎么把他活捉的？回去后我就修炼了一下，
然后就察觉到有人想要杀我，我就顺手抓住了，感觉也不难吧？什么情况？从在行政楼分开到现在，连4个小时都不到，几小时前还是1000气血的普通武师，转眼直接飙升到12万，跨过宗师，直冲大宗师境界，这哪里是修炼？这分明是坐火箭窜天啊！你是不是疯了？用了什么旁门邪术强行拔境界？你不要武道根基了。我也不清楚，就感觉修炼很顺畅，突破的格外快。对了，副校长，你给的那株7阶灵药运血髓特别好用。运血髓啊，你全吃了？那可是7阶5黄级灵药，能量暴力，就算巅峰大宗师一次也只敢取一丝炼化，除非是觉醒了上古稀有体质，才能无视灵药狂暴能量，短时间极限突破，修炼速度打破武道常理。一念及此，聂长空瞬间豁然开朗，眼里爆发出无比炽热的光芒。难怪苏雨无师自通，短短时间领悟化形枪意，难怪修炼1日千里，气血暴涨还根基无瑕，一切都能被绝世体质完美解释。苏雨，你老实说，就算你突破到12万，有枪意在身，也绝不可能正面碾压活捉影刃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没什么特别，我用精神力直接把他意识镇压摁晕而已。什么精神力？你一个武师，不对，你一个刚刚突破的大宗师，哪里来的精神力？副校长忘了，今天下午在擂台上，我从陈峰手里迎来了一枚玉简。你说的是陈家的那门天阶上品精神力武学无相结刃？对，就是那个。我回去之后抽空修炼了一下，感觉还挺顺手的。刚才感觉到有人潜入公寓里想杀我，我就用这门功法直接震慑住了他的意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管这叫简单？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功法？那是天阶上品，而你才拿到这枚玉简多久？满打满算4个小时啊！你不仅把气血从1000突破到了12万，你甚至还把这门天阶上品的精神力武学给学会了。挺容易得啊。妖孽，绝世妖孽！副校长过誉了，其实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这都是努力和汗水。努力汗水，你要是4个小时就算努力和汗水，那精武那些苦修了10几年，连天阶功法门槛都没摸到的导师们算什么？行了，你的天赋，你的悟性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。苏雨没有理会聂长空的复杂心思，他将目光落在了地上那个昏迷的杀手身上，说：副校长，谁想杀我？是深渊教团，一群被深渊气息污染了心智的叛徒，专门在我们人族内部搞破坏，专门暗杀像你这样的人族天才。既然知道他们是叛徒，为什么不直接清理掉呢？深渊教团的行动就像是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，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就会立刻切断所有的联系，潜伏起来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人族的高层之中应该有被深渊腐化的叛徒。居然这么危险？比你想象的还要危险。苏雨，你的天赋太变态了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在你真正拥有镇压一切的实力之前，低调是你唯一的保命符。苏雨微微点头，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苟住发育才是王道。你现在已经引起了深渊教团的注意，再用你现在的身份外出行动就太危险了。我再给你申请个身份，一个没有任何过往记录的影子身份。我明白了，影子身份什么时候能办好？最迟明天早上。影子身份除了我和郑校长，没有任何人能查到这个身份的真实背景。你今晚住进精武的新生公寓，那里有护校大阵守护，是我们龙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。没有允许，绝对不要再踏出精武大门半步。看来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危险得多，苟住发育才是王道。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先等陈家的那100亿现金到账。苏雨在校园林荫道走着，林小小跑过来说：苏雨，刚训练完。柳如烟主任太严格了，一直盯着我练大荒星陨拳，练到现在才肯放我走。那个白天在擂台上的时候，你真的好厉害。苏雨，你能不能教教我枪法？可以，当然愿意。你真的愿意教我，不嫌我笨？你天赋挺好的。哼，算你有眼光，你可别骄傲。本小姐的天赋当然是很好的，说不定我练枪的天赋比你还要好呢。到时候等我超过了你，把你打趴下，你可别哭。好，我等着。一言为定，那我先回宿舍洗澡了，身上全是汗，难受死了。明天见。第二天清晨，聂长空来访。你的新身份
精武副校长特别助理，档案已经直接录入大夏国最高机密数据库。不管你去接悬赏，还是去黑市买资源，这个身份都完全经得起查。多谢副校长。先别急着谢，这本万象逆元术天阶极品隐匿功法，这是我私人宝库里的存货，尽快学会。这门功法晦涩难懂，但以你的悟性，10天半个月应该能摸到门槛。在没有将其入门，彻底掩盖住你那身气血之前，不准去接悬赏任务，更不准离开精武半步。明白。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，聂长空示意苏雨开门。来的倒是挺快，去开门吧，你的财神爷到了。站在门外的正是陈家家主陈天南，带着鼻青脸肿的陈峰。陈天南脸上立刻堆起和蔼笑容，说：苏雨同学，逆子冒犯了你，陈某今日特意带着这个畜生来登门赔罪。进来说吧。陈天南从怀里掏出一枚银色储物戒指，递到苏雨面前说：苏雨同学，这是100亿现金，全在里面了。为了凑齐这些现金，陈家变卖了3处矿脉，所以耽搁了1晚，还望海涵。苏雨接过戒指，精神力一扫，分毫不差。接着又拿出一个精致玉盒，里面装着2株血灵参，说：这是2株3000年份的血灵参，对固本培元、提升气血有奇效，算是陈某的一点私人心意，全当是给苏雨同学压惊了。陈家主客气了。对了，苏雨同学，听闻昨日你从犬子手中赢走了我陈家镇族功法无相劫刃，怎么，陈家主这是反悔了？副校长说笑了，我怎么敢反悔？那功法能被苏雨同学得到是他的机缘，只是那无相劫刃乃是天阶上品精神力武学，行功路线晦涩的很，精神力凝练起来更是凶险，没有长辈秘法引导，极易走火入魔，伤及识海啊。哦，那陈家主的意思是，我在这门功法上禁研了几10年，勉强也算有些心得。苏雨同学若是在参悟时遇到任何不懂的地方，我愿意亲自教导，倾囊相授，绝无半分藏私。你亲自教导，你一个武王去教一个精神力已经达到武王级别，甚至凝聚出了无相斩神的怪物，拿你那经营了几10年才勉强入门的半道子水平去教吗？班门弄斧，关公面前耍大刀。多谢陈家主的好意，不过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，暂时不需要指导。年轻人果然还是太傲气了，天阶上品精神力武学，你一个大一新生，看一晚上就能练得差不多，估计连第1页的经脉图都没看懂吧？既然如此，那陈某就不打扰了。苏雨同学若是有空，随时欢迎来陈家做客。陈家父子一走，聂长空脸上笑意瞬间收敛，换上冷厉肃杀之气，转头看向苏雨。昨天晚上拷问了那个叫影刃的杀手，我拿到了深渊教团在京都郊外的一处重要据点位置，那里藏着他们囤积的资源，以及一批负责渗透京都的案子。而且据影刃交代，那个据点的负责人只有50巅峰的修为。敢暗杀我，这笔账确实该算了。好，有血性。今天你哪也别去，就待在公寓里给我参悟那门万象逆元术。明天一早，你用苏渊的身份，我带你出发，去把他们老巢给端了。聂长空交代完，雷厉风行地转身离去。公寓内安静下来。100亿，这是足以买下一个小型基地的恐怖财富。系统充值1000万，将1000万年修为全部注入万象逆元术。叮，充值成功，扣除1000万龙币，已转化为1000万年修为，万象逆元术推演中。推演结束，意识回归现实。苏雨睁开双眼，眼底闪过灰色幽光。苏雨感受自身状况，惊喜道：惊人的完美！在1000万年修为的映杂下，这门天阶极品隐匿功法不仅达到了大圆满，甚至衍生出了一个堪称逆天的特殊功能——万象归无。在这个状态下，我不仅能完美掩盖住自己那堪比武皇的12万元血，我甚至能将自身的存在感降至冰点。最恐怖的是，我可以模拟出死物的气息，甚至模拟出深渊气息。苏雨没有停歇，目光落在了一旁的终端上。昨天夜里，他在精武藏书阁内部网络上看中了一门天阶中品身法——雷影星光步。系统继续将1000万年修为全部注入雷影星光步。叮，雷影星光步推演至大圆满，觉醒特殊功能：星影无视惯性，无视空气阻力，在极短的距离内能做到绝对静音的瞬息千米。接下来就是明天跟着聂长空去讨伐深渊教团的据点了。有了苏渊这个身份，以后还能接高额悬赏任务赚钱，继续提升。夜晚，
精武新生公寓。林小小抗着金刚长枪进来了。苏雨，我来了。你白天答应过我的，教我枪法。枪，百兵之王，刀剑重劈砍，棍棒重扫砸，但枪不一样。枪的核心在于一个点，将全身的气血、骨骼、肌肉的力量从脚底升起，顺着脊椎大龙，经过肩、肘、腕，最终全部压缩，汇聚在枪尖那不足寸许的锋芒上，不散一丝一毫。这才是枪法真正的发力。看好了！苏雨手臂一抖，长枪化作残影，枪尖刺破空气，气流刮过林小小脸颊，斩断一缕碎发。好快，好准！你来试一次，直刺！林小小手忙脚乱接住长枪，深吸一口气，握紧枪杆，娇喝一声刺出，砰的一声，空气闷响，枪尖颤抖，轨迹偏半寸。我的枪艺，光靠死练，你永远也摸不到枪法的核心。用你的精神去感知它，去体会这股意志的流动。我懂了，他连这么珍贵的武道意志都愿意交给自己感悟，自己绝对不能让他失望。林小小转过身，抛开杂念，握紧长枪，认真卖力练枪。客厅只剩长枪刺空气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京都郊外废弃工业区地下深处，深渊教团据点。怎么样？确定讨伐任务的动向了吗？主教大人已经确定了，我们在军部的案子传回了确切消息，精武副校长聂长空已经秘密调集了一批军部精锐，正在向我们这片郊区外围集结，最迟明天清晨，他们就会发动总攻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影刃那个废物被活捉，肯定熬不住搜魂秘术，透露了我们这处据点的位置。聂长空这老东西自以为抓住了我们的尾巴，想要将我们一网打尽，殊不知这也是我们反击的最好时机。确定人族武圣的位置了吗？确定了，京都内部原本驻守的3位武圣，2位已经被紧急调往北境的深渊裂缝镇守，剩下的1位负责坐镇京都中枢，绝不能轻易离开。只要明天清晨聂长空在这里发动讨伐，我们据点内布置的深渊阵法一旦启动，爆发出强烈的深渊污染，那位坐镇中枢的武圣必然会被这股气息牵引，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们这片郊区，他绝对无暇顾及其他地方。很好，这一次的斩首行动必须快。为了这次行动，教团高层不惜耗费了10万生魂，强行撕裂了位面壁垒，召唤了一尊真正的魔圣降临。而我们目标只有一个，这个叫苏雨的天才，将这位绝世天才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。第二天清晨，门铃急促响起，感知到门外聂长空。苏雨运转万象逆元术，面部轮廓改变，气质变化后，苏雨打开大门。聂长空瞪大眼，上下打量苏雨。你这隐匿功法简直是毫无破绽，连我这个武皇如果不动用搜魂秘术，都完全看不出你原本的模样。副校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是苏渊。好，苏渊，出发，去断了深渊教团的老巢。副校长，这位小兄弟就是您说的那个影子，不过属下冒昧，这小兄弟身上的气血波动，看起来似乎才刚刚踏入大宗师境界啊。咱们这次去端的可是深渊教团的绝密据点，带一个大宗师过去，是不是有点太危险了？他叫苏渊，天赋绝佳，这次带他出来，主要是让他见见血，长长见识。苏兄弟，待会儿到了地方，你跟在我后面就行。据点里最强的不过是个武灵巅峰，有副校长这位武皇亲自坐镇，加上我们4个武王，足以镇压任何意外。你全当是去参观了。苏雨微微点头致意，眼眸平静。苏渊，不要轻敌，你虽然天赋异禀，但这是你第一次真正面对深渊教团。你知道深渊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吗？污染。没错，就是污染。深渊怪物本身的战斗力或许并不比同境界的异兽强多少，但他们身上携带的那种深渊气息，却是一切生灵的噩梦。那种污染不仅仅是腐蚀你的肉身，它更会污染你的气血，甚至侵蚀你的精神力。一旦沾染上纯正的深渊气息，它就会像复古之躯一样，顺着你的经脉疯狂蔓延，普通的罡气根本防不住。众人脸色一阵凝重。所以待会儿战斗一旦爆发，
绝对不要让任何深渊气息沾染到你的身上。不论对方施展什么诡异的手段，都必须用最狂暴的力量，在10米之外将其一击击溃。听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，副校长。但是如果在战斗中不小心沾染了呢？那就立刻拔刀，将沾染了深渊气息的那部分血肉毫不犹豫地切下来，哪怕是断手断脚，也绝不能有半点迟疑，不然污染会无限扩大，直到将你彻底变成一个失去理智、只知杀戮的深渊怪物。我明白了，副校长。素渊，我之所以跟你强调这些，是因为我见过太多自视甚高的天才惨死在深渊的污染之下。由于深渊气息对人体气血和罡气有着极强的腐蚀性，实战中我们的攻击打在他们身上，威力会被污染之力轻易化解大半。这次对付一个最强不过50巅峰的据点，我却要亲自带队，还要调动4位武王同行的原因。待会儿行动开始，必须保持最绝对的专注，绝不给对方任何近身沾染的机会，能一击必杀，就绝不拖延半秒。高空之上，隐形战机已经悬停在废弃工业区的正上方。记住，下去之后不要有任何废话，遇见反抗者直接就地格杀，一个不留。聂长空一马当先，正准备直接跃下战机，以武皇之威强行轰碎下方的地下据点。就在这时，下方的废弃工业区突然爆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紧接着一道直径超过100米的黑色光柱直接撕裂了厚厚的地层，冲天而起，恐怖的深渊气息如同实质化的黑色海啸，瞬间向着四面八方疯狂席卷。这是什么？深渊阵法，这股威压，这特么根本不是武灵，是魔圣。深渊教团这帮疯子竟然在京都郊外召唤了一尊魔圣，情报有误，快通知军部，通知镇守中枢的武圣大人。深渊界域轰然降临，周围10公里的空间仿佛被瞬间灌入了沉重的水银，彻底凝固，封锁天地。聂长空死死盯着苏雨，声音沙哑，带着悲壮道：等下我燃烧武皇本源，强行撕开深渊封锁裂缝，你什么都别管，只管头也不回往外逃。我这条老命丢在这里无所谓，绝不能让你这颗人族未来折在深渊手里。苏雨神色平静，半点慌乱也无。武王级精神力悄然铺开，探查四周被封锁的空间，默默观察深渊黑雾。深渊气息只是高阶霸道能量，普通武者气血品质太低，只会被侵蚀消耗。但我100倍压缩的暗金血气，品质早已凌驾深渊腐蚀上限，根本不怕污染，反而能直接碾压湮灭。就在这时，上空1000丈魔圣虚影彻底凝实，2轮血月般的巨眼冰冷锁定众人。他不施招式，只是缓缓抬起遮天蔽日漆黑巨手，朝着众人轰然拍下。素人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怎么偏偏在这关头发呆，还不赶快跑？就在这时，苏雨动了，他缓缓抬手，瞬间解除大圆满万象逆元术的隐匿禁锢，900万暗金神血毫无保留彻底现世。原来是苏雨将从陈家得来的100亿全部转化成了血气。900万气血，50巅峰，你区50巅峰硬接魔圣绝杀，不是纯粹送死吗？素渊，快退下，别逞强！千钧一发之际，苏雨右手虚握，一杆灰黑长枪凭空凝聚，一枪频频刺出。八荒合一，寂灭之渊。一道灰黑光线破空而出，迎风暴涨，化作千米死寂黑洞，吞噬一切，湮灭一切。2大极致毁灭之力轰然相撞。什么情况？发生了什么？他明明只有900万气血，只是50巅峰，我武皇上以血气燃尽本源都挡不住的魔圣绝杀，他竟然一枪直接捅碎了，这战力早就超越武皇了吧？不是说只是个普通大宗师出来长见识的后辈吗？这也太变态了，一枪硬碎魔圣绝杀，战力比副校长还恐怖100倍。副校长，属下总算明白了，原来这才是您藏的真正底牌，故意对外只说他是普通后辈，实则暗中培养，刻意隐忍，就是为了麻痹深渊教团。若非您深谋远虑，我们兄弟几个今天必死无疑。副校长牛逼！底牌深谋远虑，暗中培养，我培养个鬼啊！我压根啥都不知道。我要是早知道他这么变态，我犯得着燃烧武皇本源拼命吗？直接躲后面看戏不就行了？小事而已。人族什么时候冒出这种怪物？气血总量不高，但暗金气血压缩层次高的离谱，完全免疫深渊污染。还有那枪意，竟能正面撕碎我的万劫魔渊，必须拖住他，任务绝不能失败。魔圣不敢再拖大，
调动整片深渊黑雾，化作数百条山岳般的漆黑触手，从四面八方疯狂绞杀苏雨，每一条都自带剧毒，能秒杀武王。苏雨眼神战意凛冽，丝毫不退，双手握紧长枪，900万暗金神血奔腾如岩浆，踏着雷影星光步正面硬冲。工业区外围，聂长空等人望着里面翻滚的黑雾和不断炸响的轰鸣，时不时有枪芒、精神锋芒撕裂黑雾透出外界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怪物？我原以为他能勉强撑到5胜救援就不错，现在这动静哪是僵持啊，分明是单方面碾压魔圣。副校长，苏元兄弟到底什么境界？这战力已经完全碾压您了。嗨，他的实力，老夫自然心知肚明，不然怎会放心留他独占？就在这时，多名武皇强者凌空落地，为首独眼魁梧老者，正是魔都五大副校长雷千珏。老聂，怎么回事？深渊居然在京都郊外召出魔圣了，里面是谁在交手？霍武圣到了。雷校长，里面不是霍武圣，是我们聂校长的后手苏渊兄弟。苏渊从没听过，什么境界？武灵气血900万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？900万气血的武灵独自硬扛魔圣，那可是100亿气血自带戒狱的魔圣，就算我亲自上，都只能勉强逃命，压根没底气抗衡。你现在跟我说一个武灵在里面跟魔圣打？雷校长，我没撒谎，根本不是有来有回，是苏渊兄弟单方面任着魔圣吊打。您用神念一探便知。雷千珏冷哼一声，闭上独眼，武皇神念小心翼翼探入戒狱。下一秒，雷千珏浑身猛地一颤，雷千珏猛地睁开独眼，倒吸一口凉气，满脸难以置信。武灵逆法魔圣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老聂，你们精武到底从哪挖到这种逆天妖孽？我也想知道哪来的，我也被这小子变态程度吓懵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股镇压天地的威压骤然降临，空间瞬间凝固。镇国武圣霍震山一步跨出虚空，如太古神山横亘当场。霍震山微微抬手，随手把几具骨骼碎裂的黑袍暗子扔到聂长空脚边。这几个深渊暗子想趁魔圣动漫潜入精武，被我半路截下。潜入精武，他们想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目标就是你们精武刚收的特级新生苏雨，能让深渊如此忌惮，不惜血本扼杀。这苏雨确实是块好苗子，老聂，你务必把他护好。聂长空看着地上暗子尸体，在听着戒狱里魔圣不断的惨叫，嘴角疯狂抽搐。保护？我拿什么保护？这深渊高层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费这么大阵仗要去精武杀的苏雨，现在就在里面，正把你们召唤出来的魔圣担在地上疯狂锤。苏雨不就是那个领悟化形枪意的新生吗？天赋尚可，也就那样。老聂，别以为招个天才就能稳压我们魔武。全国新生交流赛，我们魔武审不到天生杀体，到时候擂台上有他苏雨难堪的。聂长空瞥了一旁雷千珏他一眼，眼神像看傻子一样，满是怜悯。还让苏雨难堪？你要是知道里面闷着魔圣爆锤的变态就是你口中的苏雨，估计你得连夜跑路，顺便打断沈无道的腿，免得上去送死。老聂，里面到底是谁在交手？绝不能说实话，一旦泄露苏雨18岁铸魂枪意900万神血还能单杀魔圣的真相，深渊绝对会直接派魔帝撕裂位面杀他，木秀于林，封闭摧之，这个秘密必须死守住。想到这里，聂长空挺起胸膛，背着手，一脸高深莫测，语气沉稳，带着傲气道：霍武圣里面不是外援，是老夫的一名学生，武灵境界，名叫苏渊，天赋还算绝佳。绝佳？这叫绝佳？独自镇压爆锤100亿气血魔圣，就算我堂堂镇国武圣都没把握正面硬汉魔圣，你学生直接愣着打，那我这武圣岂不是成了衬托他的背景板？老聂，你确定他真的只是你的学生？自然没错，老夫亲自教导出来的。深渊界域内，魔圣身躯早已千疮百孔，触手断裂遍地，黑雾被苏雨神血高温蒸发殆尽。这人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物理防御堪比深渊玄铁，我根本破不了防。深渊污染完全无效，反而被他气血反向蒸发，精神攻击更找死，一刀斩魂差点把我灵魂劈碎。想到这里，魔圣凄厉狂笑，燃烧全部深渊本源，身躯急速干瘪，狠狠地逃向位面虚空，凄厉狂笑道：魔帝大人，救我！苏雨见魔圣要逃，眼神凌厉，双手持枪，倾尽巅峰之力，一枪轰出。八荒寂灭，无相斩神，
一道融合毁灭与斩魂的透明锋芒破空而出，锋芒透体而过，灵魂被彻底撕碎，庞大身躯瞬间风化崩塌，化作漫天黑灰消散，烟尘缓缓散去，一道身影静静地悬停在那里。苏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体内的暗金神血已经消耗大半，还是不够强。刚才面对魔帝投影太惊险了，陈家赔偿的100亿昨晚都磕光了，储物戒指只剩不到10亿。这次回去必须搞钱，我救了这么多人，还强杀了魔圣，要几万亿资源不过分吧？能不能让军部批个印钞厂，自己印钞无限充值、无限推演，尽快把气血推到5帝甚至更高？霍武圣，刚才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魔帝准备降临，深渊通道明明已经被强行打开了，为什么魔帝又退了？魔帝退走是因为坐标没了，魔圣就是这次深渊通道的坐标和祭品，魔圣一死，通道自然无法维持。这到底是哪里蹦出来的绝世天才？我们大夏国什么时候隐藏了这种怪物？这苏元要是去参加全国新生交流赛，其他学校干脆排队磕头认输算了。沈无道要是敢呲牙，估计都被碾压成肉泥。还好这不是精武大一新生，那个苏雨顶天是个初入武师的毛头小子，不可能有这等实力的。老聂啊，你们精武真是走了狗屎运了，居然能藏着这么一张王牌。不过好在他不是你们今年招的那个新生，不然今年的交流赛我们魔武干脆直接弃权算了。老雷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你们魔武的沈无道也是很不错的，交流赛嘛，重在参与。哼，老聂，我承认你们精武这底牌确实恐怖，我雷千绝服气，但一码归一码。你们那个大一新生苏雨天赋确实很强，但不好意思，我们魔武的沈无道天生煞体，论起同届搏杀，绝对比你们苏雨要更强。别以为你们精武有了个苏元就能横着走，今年的新生交流赛，我们魔武照样拿第一。半小时后，精武绝密会议室，霍震山拿出魔盒对着苏雨说：“这是魔圣死后遗留下来的魔盒，魔圣的肉身虽然被你的枪意彻底湮灭，但这枚凝聚了他一身深渊本源的魔盒却保留了下来，这是你亲手斩杀魔圣的战利品，理应归你。苏渊小友，你可能不知道这枚魔盒的价值，在地下黑市，一枚武王级别的魔盒就能卖出几10亿的天价，而这枚是魔圣级别，它的价值至少在1000亿级别以上。多谢霍武圣。这是你应得的，苏渊小友。战甲对于高阶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保命底牌，一套镇国级战甲能将你的战斗力直接增幅1倍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战甲终究只是过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能决定一场灭国级战争胜负的终极兵器，而是机甲。苏渊，机甲这东西离你现在还太遥远了，因为机甲的造价已经完全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。打造一架机甲所需要的材料，无疑不是深渊最深处的绝世珍宝，或者是9天之上的星辰陨铁，更致命的是锻造手法。只有大夏国最顶尖的那几位神将才有资格触碰机甲的图纸。确实如此，而且武道界有一个公认的常识，无论是战甲还是机甲，只有武者自己亲手锻造出来的才是最契合自身气血运行轨迹的。如果是完全契合自身灵魂的神级机甲，甚至能发挥出武者100倍的战斗力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大家不自己学锻造？哪有那么容易？锻造师需要海量的时间去学习材料学、能量回路学、阵法刻画，更何况武道修炼本就是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如果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打铁上，必然会耽误武道境界的提升，本末倒置。这是武道大忌。苏渊小友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专心修炼，争取早日突破真正的武圣境界。至于锻造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，你千万不要去碰，那几乎是不可能兼顾的。会议室安静下来，霍震山和聂长空看着苏雨，苏雨陷入沉默后抬头，表情认真地说：“那个霍武圣，聂校长，我这人比较俗，喜欢钱，这些乱七八糟的奖励，还有那个什么战甲，能不能全部折算成钱，直接打我卡上？”折算成钱？你特么疯了吧？镇国级战甲那是用钱能买到的吗？那是身份、地位、保命底牌的象征。你一个能强杀魔圣的绝世杀神，放着足以镇压一国的顶级神装不要，你跟我们说你喜欢钱？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拿去买排骨吃吗？霍震山的嘴角不受控制地抽了抽。他大半辈子见过的天才无数，有求功法的，有求神兵的，有求高官厚禄的，
但这种张口就要把国之重器折现的奇葩，他特么还是第一次见。苏渊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那是镇国级战甲，那是未来有可能增幅10倍、100倍战斗力的机甲，那是大夏国最顶尖的国之重器，那是钱能买到的吗？苏渊小友，钱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万能的，但对于高阶武者，尤其是到了武王、武皇这个层次，钱不过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。真正的顶级资源，天才地宝、神兵利器，全都是以物易物，或者用战功兑换。你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当然是充值。只要有钱，系统就能无限推演、无限变强。当自己气血破100亿、1000亿、万亿，肉身就是最强的机甲，一拳就能打爆深渊位面。霍武胜，每个人追求大道的途径不同，我喜欢钱，所以我只要钱。霍武胜，既然您说这魔盒在黑市上有市无价，那能不能麻烦军部把这枚魔盒也一起回收了，连同战甲和机甲的名额一起给我结算成现金？苏渊，你真的只要钱？只要钱。在这个时代，每一张龙币都是经过千万次提纯后制造出来的结晶，用精神力烙印下微型的巨灵防伪阵纹，都蕴含着极其微弱但绝对稳定的能量波动。它本身就是一种微型的能量载体，这才是龙币能够在大夏国甚至在地下黑市流通的根本原因。钱就是资源，所以你要的那么多，国库不可能一次性给你抽调这么多实体龙币出来，那会直接导致大夏国的经济系统和资源储备出现剧烈动荡。那怎么办？难道不能分期付款？不用分期。好，成交，我要印钞场。这魔盒是好东西，里面蕴含的深渊本源对你未来的武道感悟有大用，你自己留着用吧。老聂，你带他回学校吧，他现在的身份还是绝密，不能在外面暴露太久，务必保护好他的安全。保护他？我特么一个连魔帝威压都扛不住的武皇，拿什么保护一个战力堪比武圣的怪物？到底是谁保护谁啊？霍武圣放心，就算我这条老命拼了，也绝不让深渊教团伤苏渊他一根汗毛。此同时，深渊位面，魔帝大殿王座上，魔帝骤然睁眼，暗紫眼眸翻涌惊怒。武灵，区武灵，跨越武王、武皇、武尊3大境界，逆势斩杀魔圣。此子天赋逆天之极，再任其成长，必成人族无敌武帝，甚至超脱武帝，深渊绝不能容。传本地法旨，唤醒潜伏在人族境内的所有红衣大主教，准备对人族防线实行总攻，同时启动最高级别的1号暗杀令，目标精武代号苏渊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用武圣的命去填，也要把这个人类小子给我扼杀在摇篮里。精武副校长办公室，瘫倒在办公椅上，大口喘气，看着苏雨。苏雨，从你踏进这个校门开始，你就是苏雨，一个气血1000点，刚刚入学，领悟了化形枪意的特级新生。那个硬刚魔帝、强杀魔圣的苏渊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苏雨说完就催动万象逆元术，伪装成1000点血气。深渊教团的最高暗杀令，估计现在已经发往大夏国各个据点了。如果让他们知道苏渊就是你苏雨，别说魔帝投影，就算魔帝本尊，也会强行撕裂空间过来捏死你。苏渊的身份，我会动用最高权限，做一套天衣无缝的假履历，在学校里，你就老老实实当你的新生，专心修炼。多谢聂校长。对了，印钞场的事大概要多久？催什么催？那是印钞场，不是菜市场买白菜。选址、调配灵能压铸机、刻画阵法流水线，哪一样不需要时间？霍武胜已经亲自去督办了，最快也得3天。这3天，你给我在宿舍里好好待着，哪都不许去。好，那我等您的好消息。苏雨刚走，电话就突然响起。聂长空看着电话，眼角抽搐，拿起电话：“喂，校长。”你特么瞒得我好苦啊！要不是军部发的新闻照片，老子正好出关看了一眼内部简报。你是不是打算把这个惊天大秘密带进棺材里？校长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那个叫苏渊的小子，他到底是从哪块石头里蹦出来的怪物？老聂，别人看不出来，你以为老子也看不出来吗？军部发的那张照片，那小子枪尖上盘旋的那条灰黑巨龙，那股连照片像素都能切割开的透明锋芒，
那绝对不是什么化形枪意，更不是通灵，而是铸魂赋予枪意真正的毁灭之魂。老聂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咱们大夏国什么时候出了个这么绝世妖孽？校长，您别激动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，你带他去剿灭深渊据点，你不知道，你让他硬刚魔圣。校长，我真不知道，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个气血特殊的武灵，带他去只是想让他见血，历练一下。谁知道这小子葬得这么深，在深渊界域里，魔圣降临的那一刻，他突然就爆发了，直接掏出了铸魂枪意，我也是被吓了一大跳啊。是啊，谁能想到呢？一个武灵竟然掌握了铸魂，这等天资，旷古绝今。老聂这小子现在在哪？是不是在精武？在啊，怎么了？好，既然他人在精武，那就好办了。老聂，你立刻去替我找他，问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担任咱们精武枪系的主任。校长，您说什么？让他当主任？对啊，这种级别的枪艺不来当主任，难道去当学生吗？以他的铸魂枪艺，绝对能把咱们精武的枪系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对了，老聂，你之前不是刚招进来一个叫苏雨的特级新生吗？那小子也是个好苗子，让苏渊去当主任，正好把苏雨收为亲传弟子，好好调教。让苏雨去当主任，还要自己收自己当亲传弟子，开什么星际玩笑？这他们要是答应了，那还得了？苏雨可是个18岁的大一新生啊，他要是去当了枪系主任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老聂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这么好的苗子，这么强的战力，你不赶紧用主任的位子把他绑在咱们精武的战车上？难道等军部或者其他武大把他挖走吗？校长，您以为我没想过吗？从深渊界域一出来，我就试探过他的口风了。他怎么说？人家一口就给回绝了。人家的原话就是对什么主任权力毫无兴趣，他留在咱们精武就是想安安静静的闭关练武，他现在的重心全在突破上。这回要是咱们非逼着他去当主任，这不是硬生生打断人家的修炼节奏吗？是我考虑不周了。这种级别的妖孽确实不能用世俗的职位去束缚他，那可是铸魂枪意啊！老聂，你不修枪，你根本不懂这4个字的含金量。这等绝世枪意，如果不能留下点传承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，太可惜了。校长，我有个主意，绝对两全其美。当主任确实不方便，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出网课啊。网课？对，就是网课。咱们让苏渊录制一套关于枪意感悟的教学视频，咱们明码标价拿出来卖。苏渊这小子，他喜欢钱，异常的喜欢。只要咱们告诉他录网课能赚大钱，而且是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，他绝对不会拒绝。他既不需要抛头露面，也不耽误修炼时间，而咱们精武也得到了铸魂枪意的传承，两全其美。好，老聂，你这个脑子关键时刻还是有点用的啊！知识付费，这才是新时代武道传承的正确打开方式啊！只要他愿意录，价格随便他开，咱们精武全额兜底，快去！电话挂断，聂长空长舒一口气，总算是糊弄过去了，不仅完美解决风无极的查岗危机，保住了苏雨的真实身份，还顺手给苏雨找了一条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。苏雨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有个能赚大钱的买卖，干不干？聂校长，您说能赚大钱的买卖是什么？你自己看。只见是一个名师讲堂知识付费的页面，上面显示的是基础气血运转36式，主讲人富海武帝，售价5万龙币，购买人数3200万，整整16000亿龙币，而且这还只是一个最基础的气血运转法门，这简直是暴利啊！零成本纯利润。没错，这就是知识付费的恐怖之处。你现在可是全网热度最高的人，一枪裂苍穹，逆伐魔圣的绝世杀神苏渊这个名字，现在在大夏国简直如日中天。只要你录制一份关于枪意感悟的网课，绝对会被全网的武者抢疯。哪怕保守估计只有1000万人买，那也是1万亿的纯收入。1万亿！听到这个数字，苏雨的眼睛彻底亮了，没有任何犹豫说：“干了！”怎么录？需要准备什么稿子吗？不需要稿子，你找个安静地方，用通讯器随性录制便可，越真实自然越好。众人想看的是你身上的无敌气势，还有直指大道的枪意。录好发给我，包装、宣传、上架，全部由精武全权负责。好，我这就回去录。苏雨说完，转身快步离去，丝毫不愿耽误赚钱时机。搞定，完成校长的任务。苏雨回到公寓，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录网课。录制的5节网课，
层层递进，各有侧重。每节课对应的是枪道感悟的5个境界，录完直接发送给聂长空，全权交由精武处理。苏宇只坐等收益到账。系统，这枚魔核能直接兑换成余额吗？丁，检测到高阶能量结晶体，魔圣级魔核，系统开启物质兑换功能，是否立即兑换为可用余额？能兑换多少？当前物品评估价值700亿龙币，是否确认兑换？霍震山曾言，此物至少1000亿起步，系统估价直接缩水近1/3，差价足以推演数门天阶武学。有空将魔核送往地下黑市，或是大夏顶级拍卖行。好小子，神韵天成，这视频效果简直绝了！聂长空心情大好。这时，陈家家主陈天南前来拜访。聂校长冒昧打扰了。陈家主稀客，今日到访精武，所为何事？聂校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陈家是特意来略表心意的。陈天南说完，抬手就从空间戒指拿出了一朵通体幽紫、泛着淡淡荧光的莲花。这是九幽运魂莲。正是，这株九幽运魂莲已有300年份，是陈家宝库顶级的运养精神至宝，市面价值至少300亿龙币，更是有价无市。苏渊前辈精神力超凡，这株九幽运魂莲和这份修炼心得是陈家的一点孝敬心意，还请聂校长代为引荐，让陈家能当面向苏渊前辈请安。陈家主的心意我收下了。苏渊刚经历惊天大战，正在闭关悟道，眼下暂不见外人，引荐一事暂且不必再提。陈天南面露失落，却万万不敢惊扰。一位逆伐魔圣的强者闭关，理应如此，理应如此。只要心意能送到前辈手中，陈家便已知足。既然前辈闭关，那我便不再打扰，先行告辞。半小时后，车厢内，陈天南靠坐真皮座椅闭目养神，对面坐着面色苍白的陈峰。爸，我们连苏渊前辈一面都没见到，就白白送出300亿至宝和家族核心心得，这真的值得吗？愚蠢，你懂什么叫布局投资？那不是300亿，那是保命符，是踏入无上世家的入场券。苏渊战力比肩武圣，精神力更是深不可测，而苏宇就是这位大能在世间的代言人，甚至可能是血脉后裔。不管你心里多委屈，从今日起，你回学校就算给他端茶倒水，做随从跟班，也必须把关系拉近，听懂了吗？我明白了，爸，我会按你说的去做。入夜，精武特级新生公寓练功房。苏宇，刚才陈家的人来过，给你送了份大礼，一株价值300亿的九幽运魂莲，还有他们陈家无相劫刃历代修炼心得。这陈家格外懂事啊，既送天价至宝，又送修炼心得。虽然心得对我毫无用处，但这运魂莲可是能兑换系统余额的硬通货。多谢校长。对了，聂校长，我最近想入手一些稀有特殊修炼资源，普通商铺根本买不到。您知道大夏有哪些高阶拍卖渠道吗？大夏高阶交易场所分2种，一种是官方顶级拍卖行，以京都星辰阁为首，绝对安全，无人敢闹事，但规矩繁琐，必须实名认证，严格资产验资，手续费抽成高达10到15个点，所有交易资金还要受军部与税务监管。实名认证、资金监管、高额抽成，全都难以接受，极易暴露身份，还平白亏损巨额收益。那另一种呢？另一种是地下黑市，大夏最大黑市在京都郊外3不管地带，代号暗网，那里不问身份，不问来路，全程绝对匿名，诸多见不得光的奇珍异宝都流转于此，好物溢价极高，往往比官方拍卖行高出3成甚至5成市价。溢价5成意味着魔盒轻轻松松就能卖到1500亿以上。苏宇，我警告你，黑市里鱼龙混杂，杀人越货，黑吃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，没有绝对实力和顶级背景护航，去黑市等同于送死。你当下只需稳扎稳打，黑市万不能沾染。我明白，聂校长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去黑市，只是随口问问，长点见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必须郑重叮嘱你，那枚魔圣级魔盒，千万留好，绝对不能卖到换钱。魔盒内蕴含深渊本源，能省去武者上百年悟道苦修，将来你冲击武圣、武帝，这枚魔盒是决定性的无价之宝，记住了吗？这百年悟道，远不如变卖换钱充值系统，换来1年修为增幅来的实在啊！记住了，聂校长，这般至宝，我断然不会变卖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聂长空走后，林小小找苏宇练枪。对了，苏宇，你今天看新闻了吗？你知道苏渊吗？苏渊，听说了，网上闹得挺大啊。什么叫闹得挺大的？那是引爆了整个大夏国好吗？50逆伐武圣啊！听说当时连深渊的魔帝都降临了投影。那位苏渊前辈，
硬顶着魔帝的威压，半步都没退，简直帅炸了！现在全网都在叫他人族之光呢。确实挺厉害的。苏雨，我怎么觉得这个苏渊前辈的背影，还有这半张模糊的侧脸，和你长得惊人的相似啊？是吗？可能是巧合吧。我不认识他，我连江城都没出过几次呢，怎么可能认识？这种能逆伐魔圣的通天大能。也是，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一个厉害的长辈，赵家那种暴发户，怎么敢那么欺负你？不过苏雨，虽然你不认识苏渊前辈，但在我心里，你绝对不会比他差。我相信，等你成为武灵，你也一定能做到逆伐武圣，甚至比他更强。这丫头还真是傻得有些可爱。应该能吧？不是应该，是肯定能。次日清晨，苏雨他全然不知自己随手录制的网课已引爆全网，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搞钱。苏雨看着储物戒指，那枚魔圣级魔核和九幽运魂莲，这些东西留着也是闲置落灰。今天去郊区黑市全部出手，换成现金充值系统氪金。苏雨走出公寓大门，一道人影骤然从绿化带窜出，径直拦在他身前。见到苏雨，陈峰毫不犹豫躬身90度大礼。苏大哥，往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冒犯，今日特地前来赔罪，要打要罚，我陈峰绝无半句怨言。苏雨静静看着他，本无意计较过往，微微点头，便准备转身离开。忽然脚步一顿，转头看向陈峰。对了，你们陈家那部天阶功法无相劫刃，既然我赢了，现在这功法应该完全归我了吧？当然，愿赌服输，功法自此刻起便是苏大哥的东西。既然是我的东西，我能拿出去卖吗？苏大哥，您在开玩笑吧？那可是天阶上品功法，是我们陈家立足京都的根本，世代相传的绝学啊！怎么不能卖？你刚都说功法归我了，既然是我的私人物品，如何处置？何须经过陈家同意？陈峰被对得哑口无言，脑海瞬间浮现父亲陈天南的叮嘱，万万不可得罪苏雨。念头至此，陈峰强忍心痛，咬牙重重点头。能，苏大哥说的没错，东西归您，您想怎么处置都可以，完全能卖。很好，你很讲道理。苏雨不再理会呆若木鸡的陈峰，大步朝校外走去。陈峰望着离去背影，无脸欲哭无泪道：造孽啊！老祖要是知道家传绝学被拿去倒卖，怕是都要气得诈尸。苏雨将面容改成中年人面具男，境界也伪装成武灵，然后来到黑市拍卖行的鉴定室。一名戴面具的高阶鉴定师端坐桌后。黑市规则简单，只收成交价1%手续费，仅现金交易，离场之后生死自负，概不负责。好，你看看这两件东西。这是300年份的九幽运魂莲，极品，绝对的极品。这是天阶上品，精神类攻击功法。能拍吗？能，太能了。贵客放心，这2件定为今晚压轴大戏，请一步天字号包厢静候佳音。傍晚6点，拍卖会正式开启。巨型环形拍卖场内座无虚席，无数戴面具隐秘身份的武者与权贵紧盯中央，一套通体暗金、气血狂暴的战甲亮相高台。战将级巅峰战甲，狂狮起拍价50亿龙币。叶白夜，魔都王家大少王腾直接翻倍报价，全场短暂寂静，随即有数个人跟价角逐。1倍24亿，150亿，200亿。轻飘飘一句报价，瞬间压垮所有对手，无人再跟风加价。200亿成交。区入门级战将战甲都能卖到200亿，自己当初想把高阶战甲折现，在旁人眼里有多离谱？以自己如今暗金神血战力，这战将级战甲连战斗余波都扛不住，没必要竞拍，静观其变吧。拍卖会继续，各类天材地宝、皇级兵器轮番登场，价格一路走高。不多时，拍卖师端来精致托盘，盘中平放一本泛黄古籍。接下来这件拍品颇为特殊，天阶上品锻造术天宫造物录，起拍价300万龙币。话音落下，全场只泛起短暂骚动，随即陷入死寂。众人皆是人精，深知锻造之路晦涩耗神，高阶武者以修为重，若非专职锻造师，没人愿意本末倒置耽误修炼。这部天阶锻造术反倒变得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350万。大厅里一名苍老声音试探加价，似是底层锻造师想捡漏。900万，900万成交。拍下古籍，静待日后推演深造，这笔投资未来必定万倍回报。
各位贵宾，接下来登场的是今晚压轴大戏，2件宝物捆绑拍卖。只见幽紫荧光的九幽运魂莲与古朴玉简静静陈列展台。300年份极品九幽运魂莲，搭配天阶上品精神攻击绝学无相截刃，全场彻底炸裂，众人纷纷起身，炽热贪婪的目光死死锁定展台。起拍价100亿龙币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亿。开拍，叫价声如海啸席卷全场，价格疯狂飙升，500亿、800亿、1000亿、1300亿。王腾咬牙报出天价，额头布满冷汗，心中满是懊悔。照着压轴自曝这般那天，方才绝不该浪费200亿拍下普通战将战渣。1500亿、2000亿，谁该再给？2000亿一次，2000亿2次，2000亿成交。扣除1%手续费后，实的是1980亿龙币。黑市这些土豪还真是惊人的可爱，区区一株灵莲，一步功法便能拍出2000亿。若自己手中再拿出魔圣级魔盒，足以榨干这群人的家底。今日黑市资金已被大幅抽走，再上重宝也难拍出天价，留待下次吧。贵客，这是您拍下的天阶锻造术天宫造物录，全当小店薄礼天头。您委托拍卖的2件拍品，最终成交价2000亿，扣除1%手续费，余下1980亿现金已全数装箱。合作愉快。我还有个事想问，你们这里收魔圣级魔盒吗？或是可以代为拍卖？包厢内空气瞬间凝固，方才沉稳干练的主管猛然抬头，喉结滚动，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魔圣级魔盒，这等至宝连武圣都会眼红发狂。贵客，您说的是哪个品级？魔圣级？怎么暗网吃不下？不，贵客息怒，此等至宝早已超出我的权限，您稍等，我立刻去请最高负责人。5分钟后，进来一位红衣绝美女子，正是暗网拍卖场最高负责人姬无月，实打实的武皇巅峰强者。他步履从容走入来。区区武林，竟敢在黑市这种凶险之地拿出魔圣级魔盒，简直是怀璧独行。对方要么背景通天，要么隐世老怪物，要么隐藏真实修为。这位贵客，我是暗网负责人姬无月，听手下禀报，您手中有魔圣级魔盒，打算出手。苏雨没有多余废话，手腕一翻，一枚通体漆黑的魔盒出现在手上。贵客，这枚魔盒我们暗网接下，交由我们拍卖，全程免除所有手续费，动用全部渠道为您造势，保证拍出天价，让您满意。可以。打算何时开拍？明天同一时间我再来。好，那明日我们为您筹办最高规格专场拍卖。苏雨不再多言，起身走出了。片刻后，苏雨置身京都郊外荒野，他脚步一顿，眼眸微眯，瞬间察觉数道隐晦贪婪的杀机锁定自己。找到了，刚才我在前山里杀了我们王家特制之魔前夜追踪阵纹，他根本跑不着。王腾身旁站着面容英质的中年男子，是魔都王家现任家主武皇强者王道远，还有枯瘦灰袍老者，是王家老族武尊强者王破天。为拿下绝世宝物，王家此番倾巢出动。看清他修为了吗？爸，老祖，你们绝对想不到，卖出天阶功法拿走2000亿现金的那人，居然只有50修为。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武灵也敢肆意作用巨富，没有实力守财，本身就是原罪。速战速决，捏死一个武灵，如同碾蚁，取回钱财，再搜他身上所有宝物。是，老祖。小子，你胆子挺肥啊！被追踪了，不往人多的地方跑，反倒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废墟整嘛，给自己挑好坟地了。是挑好了，不过是给你们挑的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老祖跟这种底层蝼蚁没必要废话，我直接出手废他四肢，取回钱箱。动作快点，别弄脏了老夫的衣服。是，小子，下辈子投胎记得把眼睛放亮一点。王道元武皇级磅礴气血轰然爆发，破亿气血化作小山般巨手，带着碾压一切的威压朝苏雨当头拍下。苏雨掌心凭空凝聚一杆长枪，轻轻一送，巨手彻底湮灭无踪。枪意有虚化时，这是化形枪意，难怪这般狂妄。但区区枪意怎弥补几十万、上千万的气血差距？
在绝对力量面前，一切技巧都是徒劳。道远别留手，全力镇杀。明白。苏雨手提长枪迈步，雷影星光步瞬间催动，身形横跨数十米，刹那逼近王破天。王道远身前，长枪连闪，两人胸膛塌陷深坑，狂喷鲜血倒飞在地上，当场殒命。别杀我，钱我不要了，功法也不要了，求你放我一条生路。我是王家大少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。苏雨枪尖再一闪，王腾求饶声戛然而止，倒在地上，彻底没了声息。苏雨收起2枚储物戒指查看，2套破军级战甲，各类丹药资源。王道远界内藏2000亿现金，王破天界内竟有6600多亿龙币，合计足足8600多亿横财，加上自己拍卖所得，总计10600多亿巨款。苏雨将所有现金资源尽数转入自己储物界，催动暗金神血爆发，把王家3人尸体碾成血雾，随风消散，身形一闪，融入夜色。苏雨回到公寓，手握1万亿巨款，毫无犹豫。系统充值1万亿，全部注入气血。丁，检测可用资金1万亿龙币，转化修为成功，当前可用修为1万亿年。苏雨猛地睁开双眼，基础气血值飙升到1亿点，踏入5皇境界，实际战力相当于1000亿气血，达到5帝门槛。还不够，暗金神血没到极限，还能第4次压缩。枪翼野钢触摸到器皿境界门槛，想要突破需要更多钱。先看看这段造数，系统充值100亿。丁，消耗100亿龙币，转化为100亿年修为，正在推演天阶商品锻造术天宫造物录。原来如此，大圆满级别的天宫造物录不仅让我对材料特性了如指掌，还让我领悟了天宫神器。只要材料足够，我就能打造顶级战甲，甚至还有机甲的锻造方法。不过打造机甲太费钱，得慢慢积累材料。苏雨拿出在黑市地摊上捡漏到的神秘瓦片，系统消耗1万年修为推演这块瓦片。丁，推演完毕，大黄星云法相圆满，对自身常态战斗力的增幅暴涨到5倍。丁，发现环宇太黄星图，是与创造出大黄星云法相的那位无上大能有关的传承。10万块钱买了一个无上神通，外加一个大能有关的传承，这漏捡的有点大。先记下，等以后实力足够了再去探一探。与此同时，暗网拍卖场最深处，密室中央矗立着一座祭坛，姬无月站在祭坛旁，祭坛上方漂浮着一团黑雾，传出一道沙哑且透着无尽威压的声音。确认了吗？确认了，此人明面上是武灵修为，却持有魔圣级魔核。昨夜魔都王家5尊王破天携家主惨死废弃宫一去，悄无声息，毫无求救信号，种种迹象足以判定他就是逆伐魔圣的苏渊，且已和我约定，明日下午6点携魔圣级魔核前来暗网专场拍卖。很好，立刻传令召集3大红衣大主教，开启祭坛，布下九幽锁天绝命阵，连通深渊通道，借魔帝之力迎接3位魔圣降临。3大红衣大主教，3位魔圣，再借魔帝威势，足以掀翻整个京都。此外，我即刻请示魔帝，向人族边境全面开战，不惜代价牵制大夏2大武帝。我们从内部将人族彻底击溃，哪怕苏渊真有武帝战力，也定要让他葬身此地。还有精武那个妖孽苏雨一并抹杀，断掉人族一代天骄气运。谨遵法旨。次日上午9点，天宫阁作为大夏官方顶级装备卖场，是无数武者向往的销金窟。林小小目光看在2套展品上，左侧是战将级入门战甲封印，深海青灵金打造，铭刻2级风系阵纹，增幅3成速度。右侧是狂犀战甲，赤炎重铁铸就，防御惊人，附带力量阵纹，可爆 1.5 倍重击。林小姐好眼光，这2套都是军部刚调拨的奸货。战将级战甲本就是军用管控，市面极难流通。苏雨，你觉得哪个好？我喜欢封印的速度，又舍不得狂犀的力量增幅。马上全国交流赛，穿上战将战甲，我战力绝对能翻倍。苏雨目光扫过2套战甲，身怀大圆满天宫造物录，瞬间看透内里结构。材料配比与阵纹破绽，深海青灵金熔炼差3度，留有微气泡，高强度对战易断裂。风系阵纹刻画粗糙，能量损耗高达4成。狂犀图有厚重外表，笨重质色，力量阵纹还和主材属性轻微相冲，这般破绽百出，竟敢标价100亿，简直漫天要价。都不好。
都不好，这已经是市面上能买到最好的战甲了呀。不太行。先生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天宫阁战甲皆出自军部高级锻造师之手，您张口就说不行，未免太过狂妄。苏雨无视倒钩嘲讽，看向林小小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我给你打造一副怎么样？”锻造耗时耗力，门槛极高，战将级锻造师无一不是深耕10几年的老手。苏雨年仅18，武道天赋已然妖孽，怎可能还精通锻造？苏雨望着林小小纠结神情，平静开口道：“你相信我吗？”林小小看着苏雨从容自信的模样，眼底沉稳，仿佛能遮风挡雨。林小小心跳狂飙，脸颊泛红，心中理智瞬间崩塌。我相信。好，走吧，去买材料。二人转身离去，导购愣在原地，满脸不可思议。天宫阁基础材料区，苏雨目光如雷达扫过货品，随口报出清单：玄铁锰500斤，赤铜晶200斤，2阶风魔狼脊骨，角落那堆新文钢原矿全部打包。二人来到锻造室，前台工作人员礼貌上前阻拦：“两位请出示锻造师资格证。”没有，我要租用最高级的极盐锻造师。抱歉先生，极盐锻造师的新货卖矿爆危险，没有初级以上锻造师资格证，无法对外开放。苏雨，要不我们去租普通锻造室吧？苏雨轻轻摇头，普通锻造炉温度上限不足，帮不上工艺加持。他要赶在今晚暗网拍卖前完成战甲锻造，极盐锻造室是唯一稳妥选择。怎么才能考取资格证？旁边考核区当场提纯新文钢原矿，纯度达到60%以上即可获得初级资格，租用极盐锻造室。好。苏雨拿着一块新文钢原矿，静静伫立凝望炉中火光提纯。考核区外，大夏仅有的2位圣级锻造师之一，镇国级战甲缔造者宗岩，恰好前来天宫阁视察。好可怕的专注力，好纯粹的锻造直觉，活了150岁，从未在年轻人身上见过。这般近乎于道的浑然天赋，绝世好苗子。考官，能借我一把锻造锤吗？借锤子？小子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锻造锤是锻造师第2条命，谁会外借？连吃饭家伙都不带，还考什么试？楼下材料区10万块一把制式锤，自己去买。苏雨正准备下楼购置，一道苍老却中气十足的声音缓缓响起：“连锤子都不带，确实有些轻狂。”宗老，您怎么亲自来考核区了？锻造意图，最忌心浮气躁，准备不足。不过老夫今日心情尚可，看你也算顺眼，这把锤子借你一用。撼山锤重达数万吨，寻常武圣都难以撼动。借此重锤试探敲打一下，先让这小子被巨锤重量压得窘迫难堪，再顺势赠送普通锤子加以指点，既立威严又施恩惠。多谢。苏雨毫不客气，伸手握住粗壮锤柄，数万吨重的撼山锤落在他手中，竟轻如泡沫塑料，被他单手轻松拎起。宗岩脸上的严厉与狡黠彻底僵住，呆呆望着把镇国巨锤当玩具把玩的苏雨，大脑当场宕机。林小小见气氛诡异，忍不住满脸关切地问：“怎么了？是这把锤子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天生神力，荒古霸体，还是苍天霸血？1000点气血，肉身却能无视数万吨重压，这简直是为锻造而生的绝世神体。苏雨迎着宗岩近乎狂热的目光，沉默片刻，单手掂了掂撼山锤，开口道：“这把锻造锤非常不错。”说完，苏雨没有多余动作，使出锻造界最基础的震锤技法——一顿锤。巨锤重力恰到好处，丝毫未损材料灵性。原本灰扑扑的原矿，转瞬化作通体晶莹、完美无缺的绝世宝材。这少年锻造水准竟丝毫不弱于自己，甚至还要更变态。锻造界公认提纯等级6成及格，8成优秀，9成大师，唯有100%无杂质极限提纯，才会通体晶莹，引动霞光。考官，我这算是考核通过了吗？通过了，还考什么初级锻造师？这是对你天赋的侮辱，是对锻造2字的亵渎。走，跟我去锻造师工会总部，我亲自担保，直接给你认证圣级锻造师。林小小倒吸凉气，也是惊呆了。大夏举国仅有2位圣级锻造师，苏雨18岁竟然就直接破格认证第3位，一旦传开，必将震动整个大夏武道界。果然是我林大小姐看中的人。没兴趣。没兴趣，小子，你知道圣级锻造师意味着什么？以你的天赋，再加上老夫倾囊相授，等你日后武道踏入武皇、武尊，未必不能锻造出神话级机甲。若能造出神话级机甲，就算武帝穿戴，也能增幅10倍甚至20倍。到时候人族武帝可横推深渊。
将那些魔物彻底抹除，跟老夫走，为人族，为神话级机甲。宗岩满心期盼，等着苏雨欣然应允。苏雨静静听完，心底确实生出几分兴趣。神话级机甲能给武帝10倍、20倍增幅，配上自己大荒星云法相5倍增幅，叠加起来战力能暴涨到恐怖地步。但是先给林小小锻造战甲还人情，今晚还要去卖掉魔盒筹钱，氪金提升才是重中之重。认证圣级锻造师，耗时间钻研神话机甲，暂时没空也没精力了。抱歉，不去。你说什么？老夫都说到这份上，你居然还拒绝？名垂青史神话级机甲，你一点都不心动？心动，但我今天没空。我答应了林小小要锻造一套战甲，做人要言而有信。晚上还有重要私事要处理，以后有空可以跟你探讨神话机甲锻造，现在不行。宗岩看着苏雨态度坚决，想发火又强行忍住，无奈长叹一声道：“你这小子，既然你执意先锻战甲，老夫不勉强。不过战甲工序繁杂，你一人很难速成。老夫可以辅助你，天宫阁宝库材料任你取用，免费顶级材料，还有圣级大佬免费打杂，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。行，那就多谢前辈。材料我让人备好，打算锻造战将级还是破军级？战将级，我要尽快完工。初次锻甲不求冒进，稳中求稳，也算踏实。”苏雨将楼下购置的材料放在合金托盘上，宗岩皱眉打量一堆基础材料。你就用这些破铜烂铁，我都说宝库对你敞开，大可选用深海沉银、万年寒铁等高阶材料。低阶材料本身上限摆在那儿，再强提纯手法也难出精品。高阶材料结构太过致密，融化重塑，铭刻阵纹耗时极长。今晚还要赶去暗网拍卖会，根本来不及。基础材料反而省时够用。不用，这些足够了。苏雨不再多言，闭眼凝神，脑海100亿年锻造阅历瞬间复苏，天宫造物录造诣圆满通达。猛然睁眼，眸中只剩极致专注，不用任何模具，直接把所有基础材料粗暴投入极岩锻造炉。逆天锻气秘术，天宫神起瞬间催动。阵纹在锻造界，锻造和阵纹必须分开，可这小子却在打铁阵当中同时铭刻阵纹，还一次都没出错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良久，随着苏雨最后一锤落下，战群成型，冲天冰蓝色流光。宗岩冲上去抚摸战群，这阵纹入骨，气血自循环，罡气护体，破军级，这是破军级入门战甲。这小子用战将级材料，怎么可能锻造出破军级战甲？如果给他镇国级材料，他是不是就能锻造出神话级战甲？嘿嘿，手感好，超常发挥而已。小小试试看合不合身。林小小换号战群出来后，激动跑到苏雨面前。苏雨，太合适了，我感觉自己现在强的可怕。合身就行，记得多用气血温养阵纹，它能随着你的实力提升，进一步激发出更强的护体罡气。苏雨看了看时间，准备离开，宗岩阻拦道：“去哪？你用战将级材料锻造出破军级战甲，这打破了物理铁律，留下来和老夫探讨神话级机甲锻造，我们联手能打造出增幅武帝20倍战力的兵器。这名垂青史啊，小子！名垂青史以后再说，我现在真的很赶时间。行，今天不拦你，但你必须加老夫通讯好友，以后有空随时来天宫阁，顶层宝库永远对你敞开。”二人交换通讯好友，宗岩仍觉不够，有心让苏雨直观感受镇国级战力的震撼，咬牙取出珍藏至宝，手腕一翻，出现了一副贴身战甲，正是镇国级星陨战机套件。这是我早年打造的星陨镇国级套件，贴身战甲增幅气血，固若金汤，空间枢纽可接驳重型机甲，毁天灭地。虽是残次品未运机甲灵魂核心，却依旧能承载武圣巅峰气血爆发。你拿回去穿戴推动，好好感受镇国级的力量，便知神话级机甲何等诱人。宗岩为拉拢自己，竟舍得送出镇国级套件，哪怕是残次品也价值连城。多谢前辈厚爱。苏雨不再矫情，接过的战甲与枢纽直接收入储物间。苏雨、林小小辞别宗岩，离开天宫阁。两人分别后，苏雨施展万象逆元术，伪装成苏渊，前往暗网地下城拍卖场包厢里。姬无月早早等候，见苏雨到来，妖艳脸庞堆满极致恭敬，微微欠身，仪态妩媚道：“苏先生，您终于来了，拍卖会即将开始，您的魔盒专场已排在压轴。”姬无月递上烫金拍卖图册，躬身悄然退出包厢。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虽然暗网拍卖场表面热闹，但我察觉到了，
隐晦且令人作呕的深渊气息。撤退的念头一闪而过，随即被苏宇否决。如今常态战力堪比武帝，储物界还有宗岩所赠镇国级战甲，再加上大荒星云法相5倍战力增幅，即便魔帝亲临也有底气硬汉。更关键是自己急需海量资金推演系统，压缩气血，精进枪艺。这枚魔圣魔盒今天必须出手，谁挡财路谁就必死。若暗网早已勾结深渊，正好顺势连根拔起。拍卖会正式开启，一件件珍稀材料、天阶功法、高阶战甲接连上拍，竞价火热，动辄百亿千亿。拍卖会步入后半程，全场气氛骤然凝滞，目光死死锁定拍卖台。拍卖师激动的声音发颤抖。接下来是暗网有史以来规格最高、价值最重的拍品——一枚完整魔圣级魔盒，起拍价1000亿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亿。红布掀开，拳头大小漆黑魔盒现世，深渊本源气息扑面而来，能量纯粹霸道，让无数瓶颈武者眼红疯狂。可助续命，可助破境，堪称无价之宝。价格一路疯涨，5000亿、7000亿、8000亿，顶级门阀不计代价疯狂竞价。苏宇坐在包厢内，望着不断跳动的价格，眼底泛起火热。照这势头，破万亿毫无压力，钱款到手便可开启第4次气血压缩。暗网最深处地下密室，姬无月跪于白骨祭坛前，祭坛上空黑雾翻滚，沙哑威压之声再度响起。时限已到，30分钟后，魔帝亲赴人族边境，牵制大夏2位武帝，令其无暇顾及京都。拍卖会结束，交接储物界时，姬无月已亲自入天字1号包厢，趁近距离发动死士突袭，无需击杀，只需重伤阻滞他一瞬气血即可。3大主教同步开启九幽锁天绝命阵，献祭地下城数万武者，气血为接引，召唤3位魔圣真身降临。谨遵法旨。魔圣降临，阵法封锁暗网，苏渊插翅难逃，就地清剿他与场内所有人族强者，随后直扑京都武道大学，抹杀妖孽苏宇，断人族一代气运。军部反应之前全员撤退，完成绝杀。姬无月缓缓起身，妖艳面容附上病态兴奋，目光穿透岩层望向天字1号包厢，心底满是轻蔑不屑。苏渊，你再能打又如何？深渊布局周密，强者进出，你终究只会沦为祭坛枯骨。拍卖场内竞价仍在疯狂飙升，最终价格定格在23000亿，全场瞬间死寂。拍卖师落锤定音，魔圣魔盒被神秘老者拍下。天字1号包厢内，苏宇难掩欣喜。等下23000亿巨款落袋，足以支撑自己大规模推演变强了。片刻后，姬无月端着托盘，风情款款走入，笑容妩媚，眼底藏了。苏先生，这是存放全款的储物戒，请您查收。放桌上吧。姬无月一言准备放下托盘，就在触桌刹那，图穷匕现，包厢灯光骤灭，2道武尊级死士从阴影杀出，持深渊剧毒幽兰匕首，直刺苏宇后脑与心脏。姬无月瞬间捏碎阵盘，狂暴深渊毒杖轰然炸开，可麻痹武皇气血运转，3重杀局绝杀无解。可他们面对的是战力堪比武帝的苏宇，太慢了。绝学无相斩神瞬间迸发，2名武尊死士意识防线瞬间崩碎，当场毙命。苏宇从容伸手，将23000亿储物戒收入囊中。情报明明只是武灵，怎可射杀2名武尊，无视深渊毒杖？姬无月极致恐惧涌上心头，他猛地朝大厅逃遁。九幽锁天绝命阵彻底现世，结界中央祭坛虚影浮现，3大红衣主教踏空而出，3道百亿气血光柱冲天而起，武圣威压席卷全场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魁梧身躯现世，百亿武圣气血轰然爆发，正是大夏镇国武圣霍震山。他本伪装前来替军部拍下魔盒，不料撞破深渊惊天阴谋。霍震山，真是意外之喜，今日便用你百亿气血为魔圣大人降临献祭。